夫人，你和公子爷都成亲3年了，可是公子爷却一直借口要念书，不同你圆房，还说什么怕美人误功名，要等金榜题名后才同你圆房，就圆个房而已，哪里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？我看分明就是公子爷自己不愿意。此时的谢之微怔怔地看着窗外，不相信自己竟然重生了。云锦，如今是何年？夫人，你这是糊涂了，如今是端和3年。谢之微上一世穿成了华金清贵之首谢有道的嫡女，因为喜欢上了家道中落的沈行之，为了所谓的两情相悦，和谢家断了亲。成亲3年以来，沈行之不曾碰过她一丝一毫，就连2人的洞房之夜，沈行之也不曾碰过她半根手指。之微，如今我功名未成，不敢对你有半点亵渎，待我金榜题名之时，再同你行周公之礼。阿郎志存高远，知微欣慰还来不及，阿郎只管用心苦读，知微一定带阿郎孝顺奶奶婆母。公子，今天的书册还未写完。夫君只管去忙，不必管我。沈行之头也不回的走。许多年以后，谢之微才从沈行之的青梅竹马周婉瑜嘴里得知，他们的新婚之夜，沈行之从新房离开以后，根本没有去书房念书，而是去了周婉瑜的院子。夫人，你就放心吧，公子爷苦读这么久，今日放榜，公子爷一定会中的。我不担心这个，上一世恋爱脑害死自己不说，还牵连了整个谢家。既然重生了，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他们不是要相亲相爱吗？行，我成全他。这沈家的主母不当也罢。这一次，我要把那些曾经踩在我身上的人一个个踩在地上。夫人，刚刚应怀传来消息，说公子爷中了状元，是榜首。公子爷要晚些才回来，说是遇到了朝中的几个大人，要在外面耽搁一阵。老太太这会高兴得很，要你准备好今晚的宴席。只怕老太太已经叫人告知了沈家人，让他们一道过来庆贺。这是好事，至于宴席吗？你让府里的厨子看着做就行。夫人，你不高兴吗？高兴，自然是高兴的。那宴席的事，夫人不打算亲自过去盯着吗？厨房里那几个婆子自视是府里老人，做事一向敷衍偷懒。不必了，这点小事何须我亲自去？那老太太那里只怕不好交代，若是一会沈家族亲过来吃酒，席面拿不出手，只怕老太太要责怪你。正在这时，沈行之的贴身长随应怀走了进来。夫人大喜，是才公子爷同周大人一见如故。周大人把自家3女周婉瑜许配给了公子爷，公子爷让小的回府里通传一声，说是择日娶妻。英怀，你这是何意？公子爷娶妻，若是娶妻，那夫人算什么？公子爷还说什么了？回夫人，公子说剩余的事，等他回来再同老夫人和你详说。如此说来，老夫人也知道这事了。老夫人是个什么态度？老夫人并未多说什么，只说凡事等公子爷回来再请商议。好，你下去吧。夫人，公子爷太过分了，这只是中了状元，还未得官身，就要娶妻进门。公子爷是吃酒吃糊涂了吗？夫人，你不就是他的妻吗？他怎能说出娶妻的话？这是将夫人你置于何地？公子爷就算让人进门，那也只能是纳妾。他爱娶就由着他去吧。夫人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无妨，这些事看开便罢了。云四，你去同老夫人说我身体不适，厨房的事让温嬷嬷去看管吧。是，夫人。云锦，去厨房打声招呼，就说以后厨房所需物事只能从宫中账户上出，至于我的私户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善用。夫人，我这就去。芝儿真是糊涂，这才刚刚中状元，连官位品阶都没有定下来，怎可匆匆忙忙要纳周家外侍女？那个妾倒也罢了，怎能说出娶妻的话来？也不怕落个薄情寡义的骂名。老夫人说的是，虽说当初娶少夫人进门是看中了她亲贵之首嫡女的身份，但这3年以来，少夫人掌握中馈，把后院治理得极好。公子爷能中状元，少夫人也是有功的。知微是个不错的，可他拢不住自家夫君的心。说起来，他也是有错处的。男人3妻4妾实乃常事，希望知微是个大度的，这样咱们沈府后院也能少起些风波。2人正说话，云四进来见过礼以后，当即毕恭毕敬地传达了谢之微的话。云四，回去告诉你家夫人，凡事大度一些，看开一些，这多大一点事啊！你让她记住，她永远是沈家的当家主母，这点不管谁进门都不会改变。身子不好，就请大夫来看，可别为了些不相干的事伤了自己的身子。是。老夫人，少夫人这病病得确实巧了些，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。知道芝儿要另娶旁人，这是在拿巧而已。那老夫人，这是我们管还是不管？
管，但又不管。那周婉瑜不过一个外室之女，如何登的大雅之堂？所以这事必须管。只为治理后院操持家务是没得说，不愧是清贵之家出身。但如今芝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喜好和主意，若是事事都管，岂不是伤了我们祖孙的和气？那周婉瑜若是进门，当个贵妾就罢了，我纤细一些，你去厨房看着。今天可是我们沈家长脸的日子，洗面的事必须做好，切不能被其他几房笑话了去。是，老夫人。云四回去以后，把老夫人的话说给了谢之薇。大度的事还是交给别人吧。夫人，你想如何应付老夫人和公子爷啊？以后只怕是他们在想着如何应付我了。云锦、云四互看一眼，总觉得今日的谢之薇怪怪的，和平常大不一样。放心吧，我就是觉得为这个家操劳了这么久，却是为人做了嫁衣裳，心里难免有些泛凉，所以我决定从今天起，我要开始摆烂了。摆烂？夫人，这是何意啊？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夫人，不得了，老太太发脾气了，说要打死长厨的婆子。公子爷让奴才过来，请你过去。叫我过去做什么？今儿我身体不适，已经叫人去告知了老夫人的。席面的事又是温嬷嬷亲自看管的，这总不会有什么错处吧？夫人，你还是过去看看吧。谢之薇看了一眼丫鬟，知道今天是必须去了，抬步走出，来到厅堂。谢之薇就见沈家族亲来了不少，中间的席面上摆着10余道菜色，因为人多，看着席面稀稀拉拉的，颇有些寒酸。老身让你做了吗？果然，自家的孙子中了状元，这老东西就不像从前一样对我做慈善面孔了。老夫人，不知孙媳哪里做得不好，竟惹得老夫人这般动怒。孙媳早些时日已经让人告知了老夫人，孙媳今日身体不适，瞧老夫人这意思，难不成是怪孙媳不该在这时候生病吗？只为你身为沈家当家主母，连一个席面的事都做不好，亏得我如此悉心栽培你这么久。你看看，今儿是芝儿的大喜之日，何族都来庆贺，你却小家子一般做了这几个菜，要不是来的都是自家人，只怕说出去要把咱们沈家看扁了。老夫人，你莫不是忘了，这菜可是温嬷嬷亲自去厨房盯着的，做多做少，这不是老夫人你的意思吗？孙媳再不堪，也万不能做出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来。拿这几个零星的菜色招待族中亲贵，这不是没把各位叔伯放在眼里吗？哦，要是老夫人想不起，我这就把温嬷嬷叫来对质。温嬷嬷得了我的令去厨房盯着，没想到那些个婆子嘴巴刁钻，把个厨房搞得乌烟瘴气的。我把打理厨房的婆子叫来，谁曾想那婆子嘴上答应的颇好，回头就给我整出了这么一桌子菜来，真是个刁奴。叫温嬷嬷进来。不必了，一点小事，不必再如此兴师动众，把这几个婆子拿去发卖了，明日再重新买几个好的来。老夫人，这事不怪我们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少夫人让我们不得从她私户上去用东西，宫中购置的东西可不就只有这些吗？老夫人，今日是大日子，不必为这点小事动怒。其他族中之人也纷纷附和。这一场原本该热热闹闹的席面，最后冷淡收场。侄儿，白日里听下人说你要另娶旁人，是怎么回事？祖母、孙儿和婉瑜两情相悦，孙儿想请祖母成全，让孙儿娶婉瑜过门。糊涂，那周婉瑜不过一个外世子，如何能娶？就算让她进门，也只能做个妾。我太蠢了，被沈行之那什么禁欲高冷的滤镜给迷了心神。如今滤镜碎了，也算是看清楚了沈行之的本性了。就连从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如今也露出了原本的面目。原来这老太太早就知道了周婉瑜的存在，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谢之薇觉得自己实在太可笑了，听到谢之薇那一声微不可察的笑声，沈行之和老太太都朝谢之薇看了过来。只为芝儿要娶周婉瑜，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吗？公子爷想娶谁就娶谁，之薇无话可说。你放心，我娶婉瑜过门，你和她都是平妻，无大小之分。你进府比她早，钟馗还是由你掌握，你就全当府里多一个吃饭的人。平妻，公子爷果然有情有义。
知微，既然你都同意了周婉瑜进门，钟馗也是你握着，那府里一切的用度你可得好好操持，万不能再出现今晚这种事情了。老太太，夫君如今要娶周姑娘过门，虽然夫君有情有义，给我留了些面子，这才委屈周妹妹以平妻的名义进府，但归根到底是我这个当妻子的没做好，知微才疏学浅，不堪大任。这长钟馗的事，还是等周妹妹进府了，交给周妹妹吧，以免再出差错。妹妹进府之前，就由老夫人你做主吧。劳什子掌家之权，根本就是火坑，烫手山芋，能应付沈府的一切用度，完全是靠我的钱贴进去。沈府又不会经商，有2家铺子都是靠我打理着，这2年才开始赚钱，府上早就落魄，一屋子人坐吃山空，又要装着面子，花费如何能够？让你长钟馗，我们是实心实意的，你又何必这样以退为进呢？公子爷觉得我是在试探你们？呵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和公子爷写个契书，就说我谢知微以后绝不掌钟馗之权。好了好了，知儿你少说2句，你要娶妻进门，知微不高兴也是人之常情。不管如何，在知儿还没有确定官身的情况下，还得稳住谢知微。等知儿封了官身，到时候她一个没有了娘家的清贵之女，无权无势的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到时候要不要她谢知微都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知微，家里的男人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，对咱们这些后宅妇人来说，当家的权力在手里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大度一些，也莫要使气了，回去好好歇息，想清楚再说不迟。老太太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这钟馗之权，我是万万不能再握在手里了。你当家之事，哪里是你想当就当，想不当就不当的？只要你还是知儿的正妻，这家就还是你来当。少夫人，不如今日你先回去歇息，当家之事日后再说。谢知微冷冷地扫过2眼，连理都没行就走。沈行之朝他的背影看去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知儿，你这件事办得太仓促了，官位都还没定下来，你怎么就想娶平妻入门呢？祖母，婉瑜已经等了我那么多年了，我不能再让她等下去了。可她只是一个外室之女，如何能做你平妻？这事也难怪知微心里不舒服。知微可是清贵之后，如何能和一介外室女平起平坐？可当初也是老太太你让我娶的谢知微，是你当时答应我的，只要娶了谢知微，考上状元，你就让我娶婉瑜过门。如今这些我都做到了，老太太莫不是要反悔？知儿，祖母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若是执意要娶周婉瑜，祖母也无话可说。祖母只是提醒你，你在心里如何宠爱周婉瑜都行，但知微是咱们沈家的主母，你不能冷落了她。如今你考了功名，更应该注重名声，若是落了个喜新厌旧的名声，这对你在官场上也不是好事。知儿，沈家的荣耀重于一切，祖母知道你重义周婉瑜，但咱们必须要护好我们沈家的名声。再则，祖母年纪大了，这个家必须要有一个能主持大局的。你后院平静了，你才能好好争功名。是，祖母。你同知微成亲，至今还未曾圆房。你若是想稳稳当当的让周婉瑜进门，你就趁早和知微把房圆了吧，免得生出是非来。虽说如今谢家和知微断亲了，但他到底还是谢家人。若是你把人得罪狠了，人家在背后给你使绊子，对你也不是好事。沈行之黑着脸出去以后，老太太不禁叹气：如今孩子大了，越发不爱听念叨了。是啊，公子爷年纪大了，性子也变了些，做事有自己的主意了。夫人，公子爷从前说考上了便同你圆房的，刚刚我看见公子爷又出去了，只怕是去见外面的狐狸精了。云四，以后莫要再提圆房的事了，你收拾收拾，明天早上我们回一趟谢府。我好久没回去看望爹娘了，我有些想他们了。可是夫人，当初你可是同大人断了关系的。这世上哪里有当爹娘的想和孩子过不去的？夫人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收拾。第二日，沈老夫人洗漱了以后，她就坐下来等着丫鬟送上好的燕窝。可今天过了时间点，还没有丫鬟送上燕窝和糕点。温嬷嬷，你去瞧瞧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个下贱坯子是不是又偷奸耍滑了？这府里的人看来也是时候收拾收拾了。
老奴这就去看看。不一会，温嬷嬷脸色铁青的走进来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厨房说少夫人停了厨房的补给，如今厨房里再也拿不出燕窝了。别说燕窝，就是咱们府里，只怕以后也要顿顿吃素了。谢之微是何意思？他是要造反吗？他如今连我的用度也敢苛刻。老夫人，咱们府里是个什么情况，你还能不知道吗？以前少夫人没进门之前，咱们府里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。少夫人进门以后，开始打理商铺，还把自己私下的进项也补贴进来，咱们府里才逐渐好过了些。如今公子爷要再去谈人，少夫人心里不舒服，只怕是在怄气。去叫行之来。行之，知微如今正闹着脾气，你可得好好哄哄。祖母，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他爱闹就让他闹去。我偌大的神府，难不成缺了一个女人就不能在华京立足了吗？我倒是想看看他能闹出什么花样来。行之，祖母知道你不喜欢知微，可是这么几年都过去了，难不成你还差这几天吗？再怎么样也得等以后有了合适的人再说。这后院的事虽然上不得台面，但缺了人也是不行的。祖母，以后婉瑜是要进门的，若是这点小事我便要屈服于他，那以后这偌大的神府岂不是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？这后院的事他若是不想管便罢了，在婉瑜进门之前就劳烦祖母主持大局。说罢，沈行之便沉着脸走了。行之这孩子这几年一心念书，不知道偌大一个府邸的出相有多大。他倒是说得轻巧，让我主持大局，我这两手空空，如何主持？我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今少夫人不管府里的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去叫少夫人来。温嬷嬷正要出去，却见院里的小丫头匆匆走了进来。老夫人，少夫人让我同你说一声，说是她已经3年没有回谢家了，她今日要回家去看看。知微是越发不懂事了，怎么这么一点小事便要闹着回娘家？她现在是我沈府的当家主母，如今正是枝儿关键时刻，她得留在府里应付上门的夫人小姐们，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呢？温嬷嬷，你亲自去把人叫来。温嬷嬷来了，我正准备叫人请你来呢，真是巧。少夫人，老夫人请你去一趟惠春堂，她有些话要同你说。温嬷嬷，你回去告诉老夫人一声，就说有什么话也等我回来再说。少夫人，老夫人的意思是你现在还是沈府的当家主母，手里还掌着钟馗之权，你要是走了这钟馗，温嬷嬷，这些账本都是府里的账务，我已经全部清算好了。你来的正好，你就同云寺一起去回禀老夫人。正好这个钟馗之权，我也连着账本交出来了。后续若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你们再来问我就是。少夫人，这事太大了，要不你还是亲自去同老夫人说吧。不必了，老夫人既然同意了周家姑娘进门，这钟馗之事，难不成还怕没人接手吗？嬷嬷，华京城里有了新人忘旧人的事还少吗？等周姑娘进门了，沈府以后自然是她做主。周姑娘往后若是知道这掌家之权落在手上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，你猜周姑娘会如何？温嬷嬷顿了一下，便冲谢之微扶了扶身，随即回惠春堂回话去。云寺抱着账本跟着走在后面。夫人，咱们就这么回去了？那公子爷那里如何说？老夫人看着也不同意咱们回去。如今重生一事，已经决定了要脱离沈府，不过怕吓着小丫头，暂时没告诉他们。和离这件事，在这个时代是离经叛道的。等云寺回来以后，谢之微就带着2个丫头上了马车，一同去谢府。刚刚我把账本报到惠春堂，老夫人十分生气，说夫人你在拿瞧，还说什么女子就该大度一些。华京功勋侯爵之家，谁不是妻妾成群的？就夫人你眼皮子浅。以后这些话你们全当没有听见，也不用过多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是夫人。敢问夫人有何贵干？小门童，莫要胡说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们夫人是谢家2小姐，今日回府特来拜见老爷和老夫人。那门童自知失言，赶忙进去禀告家主。不一会，便听得一阵急促的步子走了出来。威尔，你回来了。娘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这丫头最是狠心，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。娘，是女儿糊涂，不该不听你的话。沈的事我都听你爹说了，原本我们想去问问的，但你爹嫌丢脸，你又和你爹犟着，事情也没定下来，你爹便没去找沈行之。你呀，和你爹好好说，他就是嘴硬心软，他不会真的不管你的。娘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自有打算。女儿这次回来，就是想爹娘还有大哥和小弟了。正说着，一个清俊少年抬步走了进来。青杏，二姐这次回来不走了吧？
好了，星星，你姐姐回来了，以后自然也会常来的。娘，我要和离，不过这件事暂时有些麻烦，还得花费些时间。知薇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好，和离就和离，咱们家养得起你。谢之威随即询问谢家大哥谢伯友的事。你大哥自小就爱舞刀弄剑的，现在去了军营。小弟明年就要参加科举了，小弟一向厉害，想来明年必定榜上有名。他倒是省心，都不用我和你爹操心。母女俩又说了一阵话，恍似怎么都说不够。谢夫人留他吃了午饭，才放他走。回去的时候，谢之威凝着窗外，回想起上一世的事来。好像就是这个时节，登基3年的景武帝遇刺了，要和沈行之和离，就要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帮我。之前盘算的是找机会搭上明阳公主，不如去碰一碰运气。要是能救上景武帝一命，那何愁和离之事？谢之威立即行动，吩咐了云锦和云四先行回去，他自己便独自去了记忆中的九云楼。没过多久，旁边的厢房里就传来了打斗之声。主子，你先走。你若是信我，我立刻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；你若是不信我，我立马走。好，你是云楼的姑娘？不是，我今日正好有事去了云楼，无意间看见你腰间的玉佩，猜到公子可能是上京城某个贵族子弟。后面听到打斗，看见公子进了巷子，所以好奇的跟了过来。这处宅院是我自己的院子，公子在这里停留个3、2天不是问题。吃喝换药的事，只需吩咐外面的人就行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你既然救了我，不就是图我报恩吗？怎么现在倒是一句不提？这位公子放眼华京，当是车水马龙，华盖如赋，达官贵族钟鸣鼎食，如过江之鲫。公子看着虽有几分不凡，想来不过就是上京城世家子弟罢了。我要的恩，公子报不了。公子如果觉得我是故意现身救你，为图你一报，那公子现在大可以一走了之，你我就当从未见过，自然也不会有公子担心的挟恩以报。再则如今你我连性命都不知，以后能否再见也难说。公子就说这样的大话，欺辱人，当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既不知公子姓名，就算有心，以后也寻不到公子门前，你大可以放心。司凤南见他这般神情，一下有些怔愣。谢之威见他神色有所好转，知道他的疑心有所减轻。你也别觉得我有什么歹心，我出身谢氏，乃清白之家，救人一命不过随手而已。信息就透露到这里了，再多就要弄巧成拙了。以司凤南的本事，不难查出我的身世，到时候这人会不会助我一把，那就只能看这人的良心了。夫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老太太今天发了好大的火，因何事动怒？还能因为何事？不过是夫人你不让府里的东西再过你的私户，府里就拿不出好东西来。老太太最爱吃的那些鲍鱼就成了泡影。对了，夫人，老夫人说让你一回来就去会春堂。听说刘姨娘今天来要银子，没要着，和温嬷嬷吵了一架，还骂公子爷狼心狗肺。刘姨娘是沈行之的亲娘，当初家里就沈行之一个独子，沈家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沈行之挂在郑氏名下。沈老爷死了以后，刘姨娘啥事不管，就迷上了赌牌。老太太一气之下把他赶了出去。可刘姨娘仗着沈行之是她所生，3天2头就要回来要银子。为了让沈行之一心念书，谢之威不知道贴了多少银子。不必理会，若是会春堂的嬷嬷过来问，你就说我今日已经歇下，有何事明日再说。刘姨娘那里以后同样不给银子了，让她问公子爷要去。芝儿啊芝儿，你可知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如今虽然中了状元，但还未封官身，凡事不能做得太过。你白日里又去见那狐妹子的事，都被人看见了。今日你那不争气的姨娘上门，又要讨要银子，账房1文钱也没给她，让她好一阵闹腾。祖母，如今封官身不过是时间问题，你着急什么？再说婉瑜迟早要过门，我见一见她有何不可？至于刘姨娘的事，她之前不是都好好的吗？你那姨娘就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以前有职位给她银子，她自然不闹，如今不给银子了，她能不闹腾？你可知这些是什么？哪里来这么多账本？芝儿呀，这些都是谢之威报过来的，我看他这意思可不是在闹着玩，像是真要拿出钟馗之权。我早知他就是这些伎俩。芝儿，如今我们沈府还需要他，若是他不把他的私户拿出来，咱们这偌大的府邸可供不起那么大的开销。再则，你不是要娶周婉瑜进门吗？你可知就进门一事需得多少银子？这些银子就算是祖母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，只怕也不够。你就听祖母这一回吧，过了这一回，以后的事你就自己做主，祖母绝对不会轻易再插
插手你的事情了。职位不过是后宅女人，到底是要仰仗你过日子的。你去哄一哄，等你封了官身，周婉瑜进门以后，这后院有其他人给你担着了，到时候你再随你心情做也是一样的。难怪今天出门的时候，从账房里支银子没有支出来，原来是谢之薇断了他私户的供给。沈行之出了惠春堂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朝谢之薇的院子里走去。公子爷，夫人呢？夫人正在梳洗，我去看看。公子爷，夫人已经歇息了。公子爷若是有事，不如明日再来。沈行之凝视着熄了灯的房间，随即转身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公子爷，周姑娘请你过去一趟。行之哥哥。2天以后，司凤南回到了宫里。与此同时，谢家以及谢之薇的底细就出现在了他的御案上。他既然已经成亲了，新科状元郎沈行之是他夫君。是，陛下。据卑职所查，这谢之薇当初为了沈行之和家里断亲，可见两人情深。不过最近沈行之要再娶佳人，谢之薇前2日回谢府探亲，想来是和谢家和解了。为一个男人断亲，这沈行之既有妻了，如何再娶？据说是许平妻进门。没看出来，咱们这位新科状元郎竟有这样的福气，还能享其人之福。一般陛下笑的时候，就是有人倒霉的时候。他要的恩莫不是想要新科状元郎独尊他正式之位？婉瑜，最近我都比较忙，可能这段时间不会常来这里，你莫要再使小性子了。行之哥哥，不是我使小性子，我就是很想你。你呀，再等一等吧，过些时日，等我封了官身，就娶你过门。行之哥哥，你家里那位真的答应让我以平妻的身份过门，这其中该不会有诈吧？你一日不娶我进门，我心里便一日难安。他并不反对你进门，放心吧。行之哥哥，你早些娶我进门吧，我想每一天都能守在你身边。好。行之哥哥，我怎么了？行之哥哥，我都要嫁给你了，我想给自己买几件好点的衣服，可。他是要银子，现在还没封官身，本就没有进项。以前谢之薇不知道我和周婉瑜的事，没和我闹脾气的时候，银子的事我也没管过。如今府里谁都领不了银子，哪里来银子给周婉瑜？行之哥哥，我也不想你为难，可是我爹也不给我银子，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我一会让殷怀给你送来。看来还是得和谢之薇和好才行。你们这帮狗奴才竟敢欺负我！我可是新科状元郎的亲娘，他可是我10月怀胎所生。今日不给我银子，我还就不走了。你们再敢这么对我，我就告到京兆府尹去，让大家看看状元郎是如何对待他亲娘的。你要告谁？行之，你快教训教训这帮狗奴才！姨娘今次上门又要闹腾什么？娘就是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人既然已经看到了，那就回去吧。行之，娘手头紧，想问你要点银子。你现在都要封官身了，不差银子了吧？你那夫人真不是个东西。以前你没中状元郎之前，她还好好待我，给我银子，给我衣穿。如今你中了状元，她竟然一个铜板都不给我了。这心狠手辣的东西，该不会是看行之你当了官，这破天的荣华富贵就想她自己独享了吧？呸，小蹄子！你先回去，别在这里闹腾。一会我让殷怀给你送银子来。一听这话，刘姨娘这才走了。沈行之问殷怀：“平时夫人怎么对待刘姨娘的？”夫人每月给刘姨娘20两银子，还给她租住了院子，请了一个婆子照顾她的吃喝。另外，夫人还打点了4周的人家，让他们看着姨娘些。沈行之听着这些，脚步不由朝金风院而去。公子爷有话就说。之薇，你是我明媒正娶进来的正室夫人，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。不管以后有多少女人进府，她们都要称你一声夫人，都要归你管。我知道婉瑜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没有早些告诉你，但我想着之薇你一向大度，最是能容人，早些告诉迟些告诉你都是一样的。你若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，直接跟我说就是。至于掌家之权，还是得由你来掌。公子爷客气了，娶妻纳妾是公子爷自己的事，不必来同我商量。在周姑娘进府之前，后宅也有老夫人掌着，左右不会出乱子。公子爷大可放心，也不必前来同我说这些。公子爷还有事？无事。行之，你就听一回祖母的，赶紧去给之薇赔罪。这个家里眼下没有她可不行，她现在已经是你的夫人了，好赖都跑不了的。你好言好语的哄一哄，她心里的气呀就会消了的。我已经去过她的院子了，她还是不肯再掌家。
他还真是把自己当成什么金凤凰，什么清贵人家，说到底还不是穷三门户出来的。他不想长家，以后这院子有的是人想长家。原本以为他拿桥便罢了，他倒是学会蹬鼻子上脸了。他要是还想在这府里过活，这长家之权，他迟早跪着要回去。老夫人，你别动怒，有事同公子爷好好商量。少夫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老夫人压着心里的火气，当着沈行之的面让温嬷嬷把她的陪嫁拿出来去当铺当了，用作家用。看着这一幕，沈行之面上不由露出了几分愧疚之色。祖母待我封了官身，我一定好好孝顺祖母。这些东西原本也是身外之物，我留着也是留给你的，现在能抵一些用也是值得的，只是我这点东西到底不经用。无论如何，在你未封官身之前，你得想法子好好让你夫人回心转意。要我说呀，你早日同他圆了房，等他有了你的孩子，那生出来的就是嫡子，这沈府以后都是他孩子的，他自然会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主动替你守好这份家业的。沈行之点头称是。温嬷嬷出去没多久，就有丫鬟进来了。老夫人，公子爷，刘姨娘又来要钱了。这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当初我就说不该让他进门。话一出口，目光落在沈行之身上，他生生把后面的话给吞下去了。老夫人，刘姨娘说公子爷答应了给他银子，可这都大半天了，还不见人给他送过去，他就只能自己来要了。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吵闹声，老夫人怕这件事闹大了，影响到沈行之的前途，当即让丫鬟拿了10两银子去打发刘氏。等外面没了声响，老太太叹气道：“刘氏这么个闹腾法，迟早要出问题。行之，她是你生母，你自己看着解决吧。我要是动手解决，他沈行之会在心里记恨我一辈子。刘氏再不成器，也是生下他的人。”祖母，我知道了。你有什么事就当着我的面说吧，这么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做什么？难不成你家公子爷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不能让我这个老婆子知道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我的事祖母没有不能知道的。回禀老夫人，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，就是周姑娘这回看中了一套云纱裙，派人来要银子。还没进门就张口要钱，这什么家教？果然是个外室女，眼皮子浅的东西，一个个都是来讨债的。公子爷，你这是去哪？去凌烟阁喝酒。公子爷，咱们没钱。夫人，刚刚刘姨娘又来闹腾了，听说老夫人发了好大的脾气，就连公子爷也发火了。他们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去吧，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夫人，今天我看公子爷是特意来和你和好的，你当真不理会他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夫人现在还是沈行之的妻子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要是真和沈行之闹翻了，真担心夫人会吃亏。云四，我知道你的担忧，你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再过几日，你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夫人，若是公子爷知错了，你会原谅他这一次吗？不会。上一世我妥协了，但并没有得到想要的，最后还凄惨收场。沈行之不会觉得是他做错了，自然也不会祈求我的原谅。云四，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情。谢之微吩咐完云四，云四一脸惊讶地看着他，随即匆匆出了院子。公子爷也真是的，说好的中状元就和夫人圆房，如今房没圆就急着攀高枝。我看呀，他这几年就是为了诓骗夫人给他沈家白白做事情，就这样他还好意思上来找夫人？你这丫头，安静一些吧。没一会，院子里伺候的婆子匆匆进来，说公子爷要来金风院。他来做什么？他不是想来诓夫人的银子？谢之微挥退婆子，看着云锦道：“云锦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现在咱们还是在沈府，有些话心里清楚就行，不必都说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夫人。”沈行之进来的时候，谢之微手边翻着一本书，沈行之的目光在他手上的书上一扫而过，随即便知是最近华经最时兴的画本，画本子多半都是讲男女之间情爱之事。你还是喜欢看这些？从前喜欢看是羡慕画本里的有情人，如今喜欢看不过是提醒自己，画本子终究是画本子，当不得真做不得数。知微，你还是在怪我吗？知微，周大人官居五品，若是能和他攀上关系，这对于我以后的仕途大有益处。我说话算话，你以后依旧是我的正室，是我的妻子。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圆房，让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。今日周家的人派人来过问了聘礼之事，我如今穷得叮当响，哪里拿得出聘礼来？这个贱男人，他凭什么呀？真当他自己是香饽饽了吗？
圆房之事就不必了，公子爷不必如此委曲求全。要是让不知情的人瞅见了这副样子，只怕还以为公子爷是我从云楼里强行找来的小官呢。沈行之没想到谢志威竟然拿他和勾栏里不干不净的南纪相提并，他刚刚摆出的气度一下就没了，顿时就很甩了袖子离开了。什么东西，真当自己是快宝了，晦气！一连几天下来，谢志威依旧没有半点回心转意的意。老太太第一个做不做，毕竟现在全府上下吃喝都是她的嫁妆。老夫人，周家那边又派人来问了，问咱们何时下品，可这片礼咱们都凑不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那周婉瑜是个什么东西？若是周家真心待这个外室女，何至于到今天都不把人接到家中去，还让人住在外面，成天管行之要钱，真是个臭不要脸的小蹄子。这分明就是周家主母不愿他进门脏了地方，才不让他进门。这会这般催促，不过是想早早把这破鞋子丢出来，免得恶心他们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谁让公子爷喜欢呢？如今大家都知道他和公子爷青梅竹马，已经定了亲事，这片礼要是拿不出去，只怕外人也会笑话我们沈府。我岂会不知，只是线下谢之威闹脾气，不肯拿出银子来，这聘礼还真是凑不出来。行之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连个女人都哄不好？这3年不是都哄得好好的吗？现如今是怎么回事？前些天公子爷去了少夫人房里，不过看那情形，像是被少夫人给赶了出来。真是要造反了不成？原以为他就是拈酸吃醋罢了，没曾想他还敢拒绝行之去他房里。这3年我到底是对他太过纵容了，没让他知道在夫家立的是什么规矩。你去把他叫来。少夫人，老夫人让你去一趟惠春堂。老夫人叫我去做什么？少夫人，老夫人如今是你祖母，她自然可以代替你婆母行使权力，她让你去听规矩，你自然该去。我进沈府3年，老夫人都不曾给我立过规矩，如今我不长家了，她倒是想给我立规矩了，真是好笑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走一趟，看看老夫人今日要如何给我立规矩。谢之威，你谢氏门第好歹也称得一句华京清贵之首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可有半点清贵之家的风范？我谢氏位列华京清贵之首，乃是先皇金口玉言。老夫人若是对此有所怀疑，大可进宫求证。谢之威，你顶撞家中长辈，不忠不孝，今日我就罚你在这院子里跪上2个时辰，你可还有话说？这3年的温婉体贴，倒让这些人真的觉得我如此好拿捏。老夫人喜欢在这院里，就自己在这院里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至于要我跪，呵，老夫人觉得你沈府配吗？当初要不是脑子进水，就沈府这样的落败人家，想同我套近乎都没机会。虽然谢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，但到底在朝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世家。站住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，好好掌嘴。我看谁敢！家里的丫鬟每月的工钱都是我发的，我看谁敢动手。谢之威，你就不怕我让行之休了你吗？早说呀！要是知道惹恼老太太能让我成功和离，我只怕早来了，都不用老太太去请。我为沈家含辛茹苦3年，你竟要沈行之休了我？好啊，好，老夫人你也不要只是嘴上说说，倒是真让沈行之把休书拿给我呀。沈行之从外面应酬回来，刚回来就被人请到了惠春堂，一进去就看见老太太容色憔悴，一脸病容。沈行之的酒一下就醒了大半。温嬷嬷，祖母这是怎么了？温嬷嬷当即把白日里的事一一道出，言谈之间免不得替老夫人叫屈。沈行之一听，心下也恼火，当即一甩袖子就朝金风院而去。谢之威，你竟敢对祖母无礼，你竟敢顶撞长辈，你闹出这么多事，不就是因为我要娶婉瑜过门吗？说我今日顶撞老夫人，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何顶撞她？她作为家中长辈，毫无缘由就要给我立规矩，我不过是提醒她2句，哪里谈得上顶撞了？倒是公子爷这大好时光不在锦绣园陪着周姑娘，反倒是跑到我这里来，公子爷就不怕周姑娘生气吗？我竟不知你原来这么能言善辩。谢之威，我都说了，就算婉瑜进门，你仍是我的正妻，是这后宅的当家主母，你这般闹腾，可知这是善妒？正妻，公子爷不是也许了周姑娘正妻之位吗？若这正妻之位人人可得，我还就不稀罕了。夜深了，公子爷请回。你使了那么多手段，不就是想同我有夫妻之实吗？谢之威，既然是你想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沈行之，你给我滚！怎么这种时候还要欲拒还迎？你不舒服？没有不舒服，就是觉得被公子爷碰到了，觉得脏。
男人三妻四妾乃人之常情。谢之薇，你凭什么嫌我脏？好，我脏是不是？那我今天也要拉着你一起脏。云四，你们都进来。不过片刻，云四和云锦走了进来，看着床边的狼藉，两人都傻眼了。沈行之脸色冰冷，随即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。英怀，你觉得夫人如今如何？公子爷，依小的之见，公子爷从前对夫人确实是有些冷落了。如今夫人知道从前的冷落都是因为公子爷另有佳人，他心里自然是介怀的。现在夫人不长家，家里全乱套了。由此可见，夫人这3年确实是付出了心血的。明日你给夫人送些祛瘀的药去。公子爷要去锦绣园，去找宽兄他们喝酒。可，别渴了，我这还有1块玉，你拿去换钱。谢之薇天亮以后就起来洗漱了，洗漱完带上云锦云四就去了人牙子那里。想到昨晚的事，他毫不客气就买下了2个丫头，买回来的一个能打，一个能扛。云四，给他们2人置办几身新衣服，他们每月的月俸按照府里的给，你带着他们下去熟悉熟悉环境，顺带给他们讲讲这府里的关系。是，夫人。云四带着2人下去以后，云锦才道：夫人，云柳云月真的是练家子？自然是。这下好了，下次公子爷再敢欺负夫人，夫人就让云柳云月教训他。明阳公主的生辰是不是要到了？夫人，明阳公主那般尊贵的人，可不是我们这些小门户可以高攀的。就算如今公子爷中了状元，只怕也入不了公主府的眼。至于明阳公主是不是近日过生辰，我虽不知，但这样大的事情打听起来并不难，我这就帮夫人去问一问。云锦出去以后，谢之薇又开始盘算着如何让人带她去公主府。谢家乃清贵人家，平时鲜少和真正的皇亲国戚打交道，更不会主动结交世家大族，免得有被人说谄媚讨好的嫌疑。所以谢家这边还真是指望不上，还真有一个人可以帮到我。不过这人会不会帮，那就难说了。谢家主家是清贵人家，但由于太过清贵，现实里日子过得清汤寡水，时间一长，族中自然有人受不了了，挤破脑袋终于搭上了世家大族。比如我堂姐谢子玲就嫁给了郑国公做田房，虽然田房不光彩，但到底是郑国公府里出来的。明阳公主过生辰，堂姐定然是要去的。不过我和谢子玲自小关系就不大好，常常在家里大打出手，如今要求到她面前，只怕少不得一顿冷嘲热讽。谢家离权力中心太远了，能用得上的关系还真没有多少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公子爷被打了。慢慢说，不着急。打死了吗？夫人放心，死是死不了的。看见谢之薇眼底一闪而过的失望，云锦愣了一下。夫人，你都不问问缘由，你知道打人的是谁吗？是大公子。什么大公子？你说是我大哥？今日公子爷同人出去游街，不知道怎么就遇上了大公子，大概2人言谈之间出了岔子，大公子就把公子爷打了。同行的人说，公子爷如今是状元，算是半个官绅，大公子蓄意闹事，已经被京兆尹下狱了。下狱？大哥做事稳妥，绝对不是什么冲动的人。他会动手打沈行之，只怕也是为了给我出气。打了新科状元，这件事可大可小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大哥的仕途只怕会受到牵连。夫人，你放心，老爷不会不管大公子的。爹会去周旋，毕竟谢家的门生还是很多的。只不过如今沈行之和周婉瑜勾搭上了，说不定大哥被抓都有周家拱火的事。如果这样，要想把大哥捞出来，可能还要费些心力。公主府的事打听清楚了没有？打听清楚了，公主3日后过生辰，她已经下发了请帖。那我们只能去郑国公府了。夫人，你是想去求郑国公夫人？次日，正当谢之薇准备出门的时候，云四急匆匆走了进来。夫人，公主府的人来送请帖了。以谢家的地位，明阳公主不会请我。以沈行之如今的身份，明阳公主看都不会看他一眼，如何会给我送请帖来？夫人，真是奇怪，我去打听消息的时候，明明说的是几日前就把请帖都送完了，怎么刘管家还亲自来送？莫不是我打探错了？肯定是。不是因为谢家，也不是因为沈家，那更不可能因为我了。毕竟明阳公主连我是谁都没有见过，莫非是司凤南？也只有这种可能了。不然已经送完了请帖的公主府，如何会因为我这样一个小角色，特意为她送来请帖？毕竟司凤南欠了我一个人情，如果可以，我大可以用这个人情换回大哥。怎么只邀请了你一个人？公子爷都不知，我如何知？谢之薇已经嫁给我了，公主府邀约自然是看在沈家的面子上，绝不可能是看在谢家。毕竟出嫁从夫，而邀请沈家多半也是因为我考中了状元，公主府才会给谢之薇发帖。
公主邀请，事关重大，你若是前去赴约，定要谨小慎微，不可出错。若是能有机会在公主面前替我好言一二，那以后咱们府里也必定会沾光的。知薇，你仍是我沈家的当家主母，我们自然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。公子爷说的是。英怀，上次让你给少夫人送药，你可送了？送了。再去买一瓶好点的膏药送去。公子爷，我看还是不必了吧。上次我送的药被云四拿给了厨房的婆子。公子爷，你的眼睛今天还没上药呢。提起这个事就气闷，和朋友出去喝个酒而已，偏巧就遇上了同样在隔壁桌喝酒的谢宝友。几个朋友好死不死的在酒桌上恭喜我又得娇妻，许是我们笑得大声了些，竟被谢宝友一顿暴揍。见沈行之站在原地盯着谢之薇离去的背影，周姑娘还在等着你呢。你过去同她说一声，就说我在忙，过2天再去。一晃就到了明阳公主生辰之日。云四云月和我一起去吧。那个什么，谢之薇可来了。回公主已经到了，在院子里和其他夫人一道看戏赏花。能让我这个弟弟惦记上，倒是稀奇。后面的小院收拾好没？公主放心吧，已经收拾好了，奴婢去检查过几次了，不会有人前去的。行了，你去把人叫来，我先瞧瞧是个什么模样的。是。你就是新科状元的夫人，当真是倾国倾城，难得一见的美人。是。公主金尊玉贵，自是见惯了天下奇宝，但这一份礼是民妇对公主的一番心意，请公主笑纳。本宫寻了这位要许久了，终于找到了。沈夫人的心意，本宫收下了。明阳公主虽然和离了，但育下一子，其子身体羸弱，全靠名贵药草养着，而谢之薇此次送的就是有价无市的琉璃草。对了，本宫听说谢公子最近犯事，被京兆尹下狱了，不知沈夫人可有法子救令兄出来？公主容禀，我大哥谢伯友乃正人君子，绝不是无故伤人之辈。他如今身陷囹圄，也是为了民妇出头。明阳公主示意他说下去，谢之薇只得把沈行之要娶妻的事说了出来。明阳公主自然也知道了前因后果。没看出来，你倒是个痴情的。余下的话你不必说了，虽然我收了你的礼，但有些事不能由我来做，带沈夫人去后院吧。后院？带我到后院见谁？司凤南？伺候的人就在这里等着吧。我这偌大的公主府，不会让我府里的客人受惊的。夫人，有贵人要见你，奴婢就不同你一道进去了。来了。民妇谢之薇，见过君上。上次你可跟我说了，你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怎么今天才见面，你便知道了？回君上，上次民妇确实不知君上的身份，今日得蒙公主相邀，已是十分荣幸。可公主说府里有贵人要见民妇，民妇大胆猜测，能称得上公主口里的贵人，大抵也只有君上了。平身吧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姑的救命恩人，坐下说话。谢之薇看了看身旁的位置，觉得以他的身份来说，自然要坐远一些。他刚要坐下，司凤南便道：你坐那么远，是怕姑吃了你，还是你想姑同你说话的时候要扯着嗓子？上次你见姑的时候可没这么束手束脚，畏头畏尾。君上说笑了，民妇那时不知君上身份，说话自然随意了一些。上次你说你的恩姑报不了，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，姑报的了吗？谢之薇犹豫了一下，又要行礼。别跪了。君上，民妇确实有一事相求。民妇的大哥谢伯友因民妇犯下了错，被京兆尹下狱了。民妇恳求君上网开一面。就这个姑的救命之恩，你就打算拿这件事来抵？若是君上罢了，你既然觉得你的救命之恩能用这个抵，那便用这个抵吧。说罢，司凤南倏地起身，行动间动作带风。等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又侧身对谢之薇道：听说新科状元又要新娶娇妻，真是双喜临门，想来夫人是乐见其成的吧？夫人当真是心胸宽广。然后抬步就走。谢之薇凝着司凤南的背影皱眉，这人说话怎么带了股火药味？不是说来报恩的吗？我也想拿我的救命之恩换了沈行之的和离书，但谢家传信来说爹走动了不少人，根本没法把人从牢里放出来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和离的事可以慢慢谋划，但大哥那样光明磊落的人，我不愿意他在牢狱里断了前程。夫人，大公子的事如何了？听公主的意思，这件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2日你去谢府多跑2趟，有消息了也好告诉我。这下好了，大公子总算没事了。可夫人脸上怎么没有喜色？之前原是打算利用我的恩情让司凤南帮我和离的，如今这个恩情拿去救了大哥，和离的事又得重新想法子才行。这些可都是公主赏赐的。回公子爷，这些都是公主赐下来的。之薇，你做得很好，看来公主很看重你。
无愧是皇家赏赐的东西，就这一块，只怕也能值几百两银子。公主可否提及行之的官位？你有没有打探出什么来？老太太和公子爷恐怕不知道，公主之所以赏下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我给公主送了她一直在寻找的奇药琉璃草。这些东西虽是公主的一点赏赐，但却实打实和公子爷没什么关系，更别说提起公子爷的名讳了。实际上，公子爷姓甚名谁，只怕公主都不知道。什么？只是因为你送了琉璃草，他才会赏下这么多东西？不是因为我是新科状元吗？每年都有新科状元，公子爷见公主记得几个状元名字的，又有几个能入公主眼底的？你给公主送了琉璃草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那你怎么不借机在公主跟前提一提行之的名字？现在封官的名单还没下来，你要是提了，行之的官位指不定就要高一品呢。这是怪上我了，不如老夫人自己去和公主提，看看你娶的好夫人。等老夫人走了，沈行之眉头微蹙，随即看向谢之微。公主当真没有说什么？没有。说罢，带着云四两人转身就走，不愿同他多说一个字。谢宝，大哥的事情，我须得和你说一声。虽然这件事是大哥有错在先，但他如今也算是小惩大戒了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京兆尹，不追究你大哥了。不必了，既然我大哥是罪有应得，就不必劳烦公子爷了。公子爷请，我今日累了，想歇一歇。之微，你何必为了同我怄气置你大哥于不顾？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你大哥，我是主告人。若是我不追究了，京兆尹自然不会再追究你大哥。之微，你我夫妻一体，有些事闹一闹便过了，何苦闹得大家都不好过？公子爷回去吧，我大哥的事不需你操心。周姑娘即将进门，公子爷忙的事还多得很，就不要在我这里逗留了。谢之微，你别忘了你身在什么地方，这里可是沈府，这里姓沈。公子爷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我赶出去吗？把我赶出去也行，但总得有一个说法吧，不然公子爷把和离书写给我。他说什么？他竟然主动提出让我写和离书？怎么会？他知道写了和离书意味着什么吗？他肯定是在赌气。谢之微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公子爷既然敢，那我等着就是，还希望公子爷不要让我等太久。公子爷也请放心，只要你和离书一到，我立马走，绝不纠缠停留半刻。谢之微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从公主府回来的第二天，云四就打探到了消息，谢伯友被放了出来。难怪人人都喜欢权力，有了权力确实是不一样。沈行之得到消息的时候，简直怒不可遏。京兆尹好好的，怎么就放人了呢？连我这个苦主都没有告知就放人了，谁让他们放人的？现在官职还没有下来，自然不好直接去问，去了别人也不一定愿意见我，反倒是周婉瑜的父亲周大人和京兆尹宋大人私交甚密，倒是可以去打听一下。行之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婉瑜好想你。也不知道沈行之怎么回事，如今给的银子越来越少。等沈行之说明来意，周婉瑜心里自然是反感和排斥谢之微的，这会见沈行之也要联合他爹打压谢之微，他当然乐见其成。行之哥哥，你就放心吧，这点小事交给我爹，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原本还怕沈行之会顾念发妻，如今看着沈行之和谢之微离心，如今我还没有进门，最好怀着孩子进门才最好。虽然名声是不好听了些，但地位却不一样，可以母凭子贵。至于名声嘛，我一个外室女，哪里会在意这种不值钱的玩意？沈行之在周婉瑜处等到了周大人送来的消息，不过听见消息以后，两人都愣住了。我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有上面的贵人打了招呼？上面的人到底是谁？我爹还不让我们多问，说什么得罪不起。要我说啊，肯定是他和京兆尹的人并没有那么亲厚。我可真是命苦呀，怎么就摊上了这样一个爹？沈行之气喘吁吁地来到金风院，还没进去就被云柳云月拦住了。你们做什么？夫人说了，她不想见你。她是我妻子，我想见她有何不可？公子爷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外头的周姑娘也是你的妻子，谁知道你想找的是哪个妻子？公子爷，这2个丫头是夫人新买进来的，她们只听夫人的话，要是公子爷再这么闹腾夫人，她们俩指不定干出什么暴打公子爷的事来。你进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就说我愿意放下之前的事，我愿意同她好好过，要是她能够想通，就让人告知我一声。公子爷，你对夫人为何这般小心翼翼？他在官场上似乎有什么路子。公子爷，刚刚官府的人来过了，说明日官位的事就要下来了，让你明日去翰林院等着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榜眼赵子相人品贵重，才华横溢，可堪大任，封正5品，着任工部郎中；探花徐伟清，封正6品，着任翰林院侍读；新科状元沈行之，封正9品，着任国子监学正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我可是新科状元呀，怎么才封了一个9品？就连不如我的榜眼探花都封了5品、6品，怎么我的官位反而是最低的呢？这其中是有什么黑幕吗？那也不应该啊！之前殿试的时候表现还是可以的，不然怎么会拿下状元的头衔？恭喜各位大人，一会你们的任职文书就到了，领到任职文书，大家就各自去报道吧，明天正式上衙。是，多谢娄大人。娄大人离开以后，沈行之步履踉跄地走到主院大人身边。主院大人，娄大人会不会念错名字啊？学生。沈行之，你可知娄大人是什么身份？他如何会念错？一会你们的任职文书就来了，你自己看看文书就知道娄大人有没有念错。娄大人的事也是你一个区9品官能质疑的。主院大人，学生不是这个意思。罢了，以后注意言辞，小心祸从口出。而沈府老太太大早上就派人去请沈家族亲前来，好好庆贺庆贺。夫人，你当真不出去吗？你要是不去露个脸，大家肯定会觉得你失宠了，以后越发的不把你当成这沈府的当家主母。云四，我要和离。夫人，你在说什么？少夫人到底知不知道？人言可畏，要是她和离了，以后不知道有多少闲言碎语会扑面而来。我原本以为你这丫头最是稳重，什么都沉得住气，没想到这点事倒是把你吓着了。你没听错，我也没疯，我就是要同沈行之和离。既然我都打定主意要和他和离了，这什么当家主母的位置，我自然不会在意了。不过眼下沈行之是不会答应同我和离的，除非有什么更大的益处。不过这没什么，我已经有了打算。夫人，只要你想，我就支持你。英怀，你说你家公子爷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他发什么脾气？今日不是宣告封官的事吗？这多好的事呀！可是有什么人惹着他了？是不是谢家的大公子？我就知道这人不是个东西。回禀老夫人，不关谢家大公子的事，是公子爷的官位出问题了。出什么问题了？能出什么问题？公子爷的官位是正9品，着任国子监学正。怎么会是9品官身？不会的。少夫人，老夫人昏迷不醒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又不是郎中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老太太病了，你自该去请郎中。少夫人，可是诊间？温嬷嬷，你是府中的老人，你对老太太而言可不是一般的丫鬟婆子能比的。既然老太太这会昏迷不醒，有些事就需你替老太太做主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老太太几个匣子里收藏的宝贝还不少吧？温嬷嬷大可拿去当枕巾。可我没有钥匙，叫个力气大些的下人就把锁撬开了，哪里需要什么钥匙？见谢之微一脸漠然，温嬷嬷也不敢多耽误，赶紧去撬匣子。看着温嬷嬷离去的背影，云锦没好气的道：老东西，还想让夫人来当冤大头？上一世的沈行之是封了正7品的官身，这官位起点不算低，算是中规中矩的。不过上一世有我不留余力出钱打点，尽心尽力给沈行之排忧解难，再加周家打辅助，沈行之的官运还算是不错的。为何差了这么多？难不成是因为我出现救了司凤南？司凤南看在我救命之恩的份上，才引发了对沈行之的厌恶。公子爷封了这么大的官位，我看他还怎么娶外面的狐狸精进门。你笑的声音小一点，回头让公子爷听见了，不定要动手揍你呢。我才不怕，云柳云月会保护我的。以后咱们府里可要热闹了，等着吧。公子爷拿不出聘礼，周家肯定要来闹的。第二天，老太太醒来以后，得知温嬷嬷撬了她的匣子，沈家族亲送来的礼都拿了回去，她大发雷霆。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，都是些没用的，要你们何用？一个个的都不争气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？你们是不是要逼死我才甘心啊？你们都给我滚！不知周姑娘这次前来是？我要见行之哥哥。去吧，我让人给你带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如你的意，我能对你干什么？这位周姑娘以后是要进门做沈家主母的，你别再拦着了。若是一会周姑娘想进去看望公子爷，你带好路。正在这时，沈行之如行尸走肉般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打击这么大，我选来选去选中的男人，怎么就成这副德行了？行之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行之哥哥。回去吧，我没事。
昨天得到沈行之封了9品官身的事情，要不是身子都给他了，我只怕就要另寻炉灶了。周家主母还派人来把我折辱了一顿，说我一个贱蹄子，一辈子躲不过给人当奴仆的命。沈行之没有当上大官，我的指望就没了，周家人也不会为我出头，因为沈行之不能为周家出力了。要是没有沈行之给银子，还怎么维持体面的日子？看着周婉瑜晶莹的泪珠不要钱似的往下掉，沈行之只觉得无比心烦。我还没死呢，你哭什么？滚回去！沈行之一甩袖子，干脆倒回了自己的院子。周姑娘不用伤心，公子爷只是心情不好，并不是要故意凶你。要不了多久，公子爷就会迎你入门的。迎我过门？他连聘礼都拿不出来，我爹绝对不会把我嫁给他的。怎么会？周姑娘别听信外面的传言，沈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但万没有到拿不出聘礼的地步。公子爷如此在意周姑娘，自然会为了周姑娘付出一切的。沈家名下还有2家铺子，实在不行，卖出1家铺子就够周姑娘的聘礼了。可行之哥哥说过，那是沈家人唯一的进项了，要是卖了，以后府里怎么过活？周姑娘在外面多年，又那么能干，见多识广的，就算卖出了1家铺子，不是还有1家铺子吗？相信以周姑娘的实力，到时候一定能把铺子经营好的。等经营好了铺子，再多买几间铺子不就成了？到底比起铺子来，当然是迎周姑娘进府比较重要。没错，只要沈行之把聘礼凑齐了，我就能先行嫁入沈家了。等进了沈家，定要好好谋划，不然就算沈家再大的家业，都和我没有关系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周姑娘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和公子爷在一起的，最好一辈子锁死。周姑娘想来也知道我爱慕公子爷，爱屋及乌，公子爷所爱的我都愿意满足他，就算公子爷喜欢的是周姑娘，我也会成全你们的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傻的女人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以后对付谢之薇也不会太费力。多谢姐姐，那就劳烦姐姐告诉公子爷一声，等他心情好些了，我再来寻他。好。等周婉瑜走了以后，谢之薇面上的笑意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嘲弄。回了金凤院，云锦第一个不服气：夫人，你怎么能对着狐狸精笑得那么温柔呢？你不上去打他几巴掌，都是你教养好，可你何至于替他谋划着怎么嫁进沈家，还撺掇他找公子爷卖铺子当聘礼？还有啊，你怎么把他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？云锦，你莫要怪夫人，夫人才不是对她霍公子也好呢。夫人这招叫捧杀。你想呀，周婉瑜一个外室女，她既然缠上了公子爷，就绝对不会放弃。更何况公子爷还许诺她平妻之位，沈家再不成器，也比外面那些贩夫走卒要好。没错，周婉瑜要嫁进来，我就让她嫁。她想和沈行之双宿双飞，我也成全。但我得给周婉瑜留一个烂摊子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没了我的打点，她一个外室女能不能撑得起这破落的沈家？在面对鸡零狗碎、柴米油盐的时候，周婉瑜和沈行之的爱情还能不能长久？沈行之去国子监上了1天牙回来，整个人越发不好。今天去第1天就被人当下人使唤，还被人冷言冷语的嘲讽。我有事要问少夫人。知薇，你有多久没唤我阿郎了？公子爷有事说事。你是什么时候对我变了心意的？是我要说娶婉瑜的时候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我一开始就是错的。知薇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在明阳公主面前说了我的坏话，所以君上才给了我这样一个官位的？公子爷高中状元当日就被周大人绑下捉去看中了，这些事闹得华京城的人都知道了，何须我向公主言说？再说公主是何许人也，也是我能算计的。知薇，如今我得了这样的官身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不会，毕竟这些都是公子爷自己的事，同我没有关系。知薇，你当真要和我决裂吗？你我夫妻当真要相见如仇吗？沈行之，你何时当我是你的妻子过？知薇，对不起。公子爷这声对不起就算了吧，一句对不起要是就能抹掉对别人的伤害，那这世间的事也太简单了些。人心易变，人心易逝，公子爷早些回房休息。知薇，公子爷今日能这般同我说话，不过是因为公子爷觉得我还对公子爷有些用，你何必做出如此样子，倒像是真对我有几分情似的。你不生气？生气做什么？生气了就能把这些事当没发生过。你出去吧。沈行之默默出了金凤院。沈行之最近觉得人生无比艰难，在国子监被当小厮使唤，周婉瑜也对他满腹怨言，说他不肯卖掉铺子当聘礼。刘姨娘天天缠着他要银子，老夫人成天嘴里不是抱怨他官位太小，就是抱怨家里揭不开锅了。他躲着周婉瑜，却没想到周婉瑜竟堵到了他上衙的门口，这下可把沈行之逼急，只能答应卖掉1间铺子娶她。
行之，你糊涂啊！你看看你，之前就让你好好哄着谢之薇，你不信，如今这个女人不掌钟馗之权，家里乱得不成样子，我让你离周婉瑜远些，你不信？你看看，如今她明知道咱们府正是艰难的时候，却还要逼迫你卖铺子，咱们手里就只有2间铺子了，这是养活全府的进项，她这哪里是逼你娶她呀？她这分明是要把我们沈家逼上死路啊！祖母，这事不怪婉瑜，都怪孙儿不争气。行之，你听祖母一言，周婉瑜不配当沈家的主母，一个根本不会顾念沈家死活的人，她怎么配？她就算进门，也只能以妾的身份进门，平妻的身份说出去，不但让谢之薇面上蒙羞，更是让我沈家蒙羞啊！这后宅主母也只能让谢之薇做，只有她才能做得好。虽然这些时日和谢之薇也闹了不少矛盾，但是从府中闹出的这些事也可以看出，要治理好沈家，谢之薇才是不二人选。祖母，我也知道之薇能做好沈家主母，这3年以来她做得很好，可如今她不愿意做了，我们也强迫不了。再说婉瑜并不笨，等她进门了，祖母你再好好教教她就是了。婉瑜她毕竟是周大人的女儿，我要是娶她进门了，给她名分高一些，周大人也才好帮衬我。周大人能不能帮你我不知道，但周婉瑜要是来做这当家主母，你这后院迟早都要牵连你。好了，祖母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既然许诺了婉瑜平妻之位，我就不会辜负她。铺子以后还能再买回来，可若是周大人在仕途上为难我，婉瑜跑去国子监给我添乱，那我以后才真是走投无路了。云四，我前些天安排你的事做得如何了？夫人，我已经请了几个药师和以前玉泥坊的老师傅去了咱们自己的小院子，工钱也讲好了，我也把夫人你说的那些原料告诉了他们，让他们仔细研究，等有了结果，我再告诉夫人。契书可签订好了？夫人你放心吧，都签订好了，咱们给他们的工钱可不低，他们很满意。那就好，如今走到这一步，只有手里有了银子，才能过得滋润。夫人，你说的那些东西真的能帮我们赚钱吗？能，要知道这世上最好赚的就是女人的钱，因为女人天生爱美。我要推出我在古代的第1款面膜，华京城的贵妇人那么多，只要我的东西有用，不怕没人买。吵起来了，公子爷和老太太吵起来了。你这丫头，让你平时笑的时候小点声，他们以后吵的时候还多着呢，你忍着些，别到时候被人拿住了把柄。是，夫人。对了，有件事咱们还得去添一把火才行。什么事？既然周姑娘要进门，我作为沈家当家主母，就算是平妻，也是我为大。按着后宅的定律，我怎么也要去她跟前摆摆架子才行，免得她进门没有了规矩。我越是在周婉瑜跟前和她耀武扬威，她就越想超过我。之前她能让沈行之答应她平妻的位置，要是我这次在她跟前故意摆谱，那她心里就会想要一个唯一的位置，比如沈府只有她一个当家主母。至于我们，从妻到妾才是最好的。夫人，这么一来，岂不是要让他小人得志？小人得志只是一时的，这整个沈家要不是夫人，哪里会有今天的样子？换了其他人，还真的没法撑起破落的沈家。可夫人从妻变成了妾，这有什么好的？能得到什么？因为你们夫人，我要和离。他要是让我从妻变妾，也算是帮我大忙了。周婉瑜刚刚典当了沈行之之前送她的一支金钗，出来就遇上了谢之薇。周姑娘，怎么就要走啊？再过些日子你就要嫁进沈府了，到时候我们可是一家人了。我比你先进门，只怕周姑娘还得叫我一声姐姐呢。行之哥哥已经答应了我，是以平妻身份进门，就算你先进门，那我的位置和你的位置也是一样的。虽说都是平妻，但总归我在沈家的时间比你长。你若是不肯叫一声姐姐，只怕外面的人都会笑你不懂规矩，说你到底只是一个外室女，上不得台面之类的。到时候这些话听起就有些刺耳了。你虽说你是以平妻身份进门，但沈家除了公子爷以外，还有一个老太太。据我所知，老太太对你可谈不上喜欢。就算你是平妻又如何？这沈家到底是我扶持起来的，只要我在沈家一天，你就算进来了，也只能是个妹妹。
你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上一次你又为何要帮我出主意，让我去撺掇公子爷卖铺子凑聘礼？那是因为家里的再香，也不如外面偷的好吃。男人就是贱，等把你娶进来了，他就会发现，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香了。到时候公子爷不宠你了，老太太不喜欢你，我又为难你，你一个没有娘家扶持的外室女，那还不是任我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？你谢之薇，你就不怕我告诉行之哥哥你的恶毒打算吗？你只管告诉他，在他们男人的眼里，这就是小事，是两个女人拈酸吃醋的小事，只要不闹出大事，他巴不得咱们闹呢，至少他看着还会觉得舒服，证明这两个女人离不开他。周婉瑜脸色一阵青红，面对谢之薇的羞辱，她的心态有些爆炸。怎么，这才说2句就受不了了？那你可得好好练练忍气的功夫。只要我还在沈家后院，还是沈行之正妻的一天，你就别想在我手上过好日子。你神气什么？你以为行之哥哥真的把你当成了正妻了吗？在他心里，只有我才是他的妻子。你和他的新婚之夜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那天晚上，他根本没去什么书房念书，而是宿在了我的房里。那又如何？那他还不是娶了我？你那时候就同他在一起了，他那么爱你，怎么没娶你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就算他喜欢你又怎样？在他心里，他的仕途是最重要的，你还不配同他的仕途相提并论。我是谢家女，就这一点，就是你永远也比不上的，所以你和我没有可比性。你拿洞房的事试图羞辱我，想来你可能不知道，就这个月，公子爷想在我院子里留宿，几次被我拒之门外。为了怕他闯进我的房间，我还特意寻了个会些拳脚功夫的丫头。哎，我真是不容易啊！怎么可能？行之哥哥同我说过，他永远都不会碰你的。那你记得替我谢谢他。你喜欢的引以为豪的东西，我只会觉得恶心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你？呵，那你不必这么想。沈行之这个月去你的锦绣园有几次，你应该清楚。走了，听说金宝阁出了新的首饰，我们去看看。对了，你们2个也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。是，多谢夫人。周婉瑜强忍的泪水在这一刻决堤而出，她狠狠地盯着谢之薇的身影。我一定要让谢之薇在我之下，只要肚子争气，那我就有了得寸进尺的筹码。夫人，我看周婉瑜刚刚那样子，就差被你气晕过去了。平时觉得夫人云淡风轻的样子好看，没想到夫人欺负人的样子也很好看。被我这么一刺激，想来周婉瑜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想着怎么把我贬成沈家的妾室。夫人，我看老太太和公子爷都想要你来掌家，在家你本就是谢家女儿，周婉瑜她想要做到这一步，只怕有些难度。我觉得公子爷和老太太都不会同意的。夫人，就算你要和离，为何非要刺激他们把你贬成小妾？正妻不是一样能和离吗？周婉瑜的身世确实不好看，但奈何沈行之心里有她，她要当沈家唯一的正妻，沈行之多半是不会反对的。至于老太太，她不喜周婉瑜是真的，不过要是周婉瑜肚子里有了她的亲孙子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至于为何非要贬成小妾这事，到时候我们在华京城把这件事闹大一些，最好让华京所有人都知道。这么一来，就算我告到京兆尹，也没几个敢说我什么。更为何，沈行之要是还想走仕途，他必然会投鼠忌器的。到那时，他两边为难，我提出和离，想来就容易多了。夫人高瞻远瞩。你这又是在哭什么？行之哥哥，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了谢之薇姐姐，她对我说，等我过了门，她会让我好看。就算是我过门了，我和她都是平妻，她比我先进门，她都压在了我的上面，还说想怎么拿捏我就怎么拿捏我。婉瑜，之薇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要胡说。行之哥哥，你不信我？行之哥哥，真的是他真的这么说的。好了，婉瑜，你现在还没有过门，就别说这些了。之薇她度量一向很大，你就算过门了，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之薇也会体谅你的。自打3年前她来了沈府，府里也没几个下人被罚，可见之薇宽容大度。行之哥哥，他果然没有说错，真是远香近臭。是不是只有离你远一些，你才会多爱我一点，你才会觉得我很重要？就好像谢之薇现在不在意你了，你反而想要靠近他；我现在在意你，你反而想远离我。随你怎么想。沈行之，在你眼里这是小事，在我这里却是要命的事。周婉瑜，你想如何？我要你娶我，我要你只有我一个正室夫人，我要谢之薇当沈家的妾。不可能，周婉瑜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好好的你发什么疯？
不是我发疯，而是谢之薇容不下我。这个女人你不了解，你都不知道她那张温和的面孔之下藏了一颗怎样狠辣的心。我要是进了沈家，屈居在她的底下，到时候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行之哥哥，他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温和无害，心里都慌。再说他根本就不爱你，行之哥哥，你醒一醒吧，他真的不爱你。你闭嘴！她若是不爱我，又如何会嫁给我？她如果不爱我，又如何会为了我操持沈家的所有事？她如果不爱我，你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又如何能过得那么轻松，丝毫不用担心银子的事？行之哥哥，就算他爱你，那也是以前，现在他根本不会爱你，以后也不会了。你打我，沈行之，你是不是在自欺欺人？你明知道他现在不爱你了，你不愿意承认，你却拿我出气。沈行之，你还是不是男人了？婉瑜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要我不闹？行，你让我当你唯一的正妻，你让他当妾。不行，他在沈府那么多年，做什么都做得十分的好，我就算有心贬谪他，也找不到他的错处。这还不简单？7出之条里，无子这一条不就够了？他无子是因为……行之哥哥，你就算不替我作想，难道还不替我们的孩子作想吗？行之哥哥，谢之薇那样骄傲的女人，她怎么会甘心和我同为平妻？再说你冷落了她3年，她对你怎么会没有怨气？要是我进门了，她如何会轻易放过我？行之哥哥，以前我是一个人，就算被人欺负了，我忍忍也就过了，可我的孩子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受欺负。行之哥哥，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啊！再说我要是成了沈家唯一的正妻了，我也绝对不会亏待他，更不会欺负他。你知道我的。行之哥哥，我从小到大被人欺负，最明白被人欺负是什么滋味，所以我不会欺负他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沈行之的态度没有变，他的目光落在周婉瑜肚子上，神色温和了一些。婉瑜，之薇她很好，等你以后进府就知道了，到时候你和她都是我的妻子，并不会有谁欺负谁的事情，我也会保护好我们的孩子的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肯答应是不是？沈行之，你就是变心了。你以前明明答应我只娶我一个的，后来你说为了沈家才娶谢之薇的，如今这些阻碍都不存在了，你又推3阻4的不肯答应，谢之薇都跑到我跟前来威胁我，就差拿刀磨我脖子了，你竟然一点都不在乎，还在处处维护他。沈行之，这件事我不是和你商量，我就是想要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让他当妾室，你就把人给我休了，无子就是他最大的错。你若是不肯，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你也别想要了，回头我再告到京兆尹去，我看看到底是你怕还是我怕。沈行之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过了，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敢始乱终弃，我就要让你在华京城身败名裂。你威胁我，若是我不肯按你所说的去做，你就要闹得满城皆知。不是，行之哥哥，我就是想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若是我不肯答应你，你是不是就要毁了我？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怎么会毁了你？你是我孩子的爹，是我的夫君，我只想我们一家人好好的。我受够了别人的欺负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被人欺负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孩子被人欺负。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。自打沈行之不听劝阻，卖掉了家中的商铺以后，老太太头疾就发作，府里请了几波郎中都不见好转。祖母这头疾都有2年没犯了，怎么这次还没好？公子爷，2年前少夫人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一套独特的按摩手法，每天都给老太太按摩，按了3个月才把老太太的头疾治好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少夫人不长家后，老太太事事亲为，操心了不少事，再加她心思郁结，夜里整宿的睡不着，这才引发了头疾。温嬷嬷，你让院里的丫鬟去少夫人院子里问一问，把这按摩手法学过来，再给祖母按一按不就行了？公子爷误会了，我之前已经派丫鬟去金风院问过了，只是少夫人说哪里有什么按摩手法，不过是当初对老太太的一片孝心感动了天地，这才让老太太的头疾有所减缓。如今郎中都没有法子的事，她自然也没有。少夫人当真这么说？是。老太太迷迷糊糊的醒，见到沈行之，立马又闭上了眼睛。你来做什么？孙儿有事要同您商量。你如今好赖都有官身，凡事也能自己做主了。你有什么事自己看着办就好，何必要来问我这个没用的老婆子？祖母，你不要说气话，如今府里没有你撑着，孙儿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。有事你就说吧。
沈行之把周婉瑜对他提出的要求说了以后，老太太气得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一副垂死病中惊坐起的样子。这个贱人，他为了他自己，竟然还拿你的官位威胁你，他也不想想，要是你没了官位和仕途，他能得到什么好处？那不是找死吗？这个蠢货，他还想当这后宅主母，也不看看他有没有那个脑子。老太太说完，只觉得脑袋里阵阵痛意潮水般袭来。沈行之看着老太太痛苦的样子，眼里终究是有了些担忧和愧疚。祖母，孙儿这就去请郎中。不必了，请了也没用，何必花费那银子？这姓周的小贱人虽然没什么脑子，但倒是小瞧他了，狠劲十足，不可小觑。你的仕途本就艰难，要是再闹出点风浪，只怕了。左右谢之微不肯替你打理后宅，又不愿和你和好，你且应了周婉瑜吧。祖母，这谢之微那里怎么去说？毕竟谢之微确实没多大的错处，就算有错处，也没有到要贬妻为妾的地步。你以为我想周婉瑜那猪脑子进府里来耀武扬威，这不都是你自己做下的孽吗？再说她肚子里还有咱们沈家的血脉，无看僧面看佛面，且等她生下孩子再说吧。到时候是妻是妾的，还不是你的一句话？你这2个正妻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你且留着精神头应付着吧。金风院的事你自己去说吧。公子爷有话就说吧。有件事想同你商量。婉瑜最近怀了身子，人也有些闹腾，心绪不稳。恭喜公子爷，不过还是请公子爷说重点吧。公子爷体贴心腹的事，公子爷还是亲自对心腹说的好。知微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知微，婉瑜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这些事我以后一定会补偿你的，请你相信我。如今我出入仕途，本就走得小心翼翼，若是因为其他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只怕我以后会更难走。知微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到底何事？婉瑜进门的时候想要当沈家的主母，只能暂时委屈你一下，以妾室的身份先担一段时间。你放心，等她生下孩子，我立马恢复你的正妻之位。沈行之，你和他倒真是情深意切，为了讨他欢心，竟然做出宠妾灭妻的事来，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？知微，你别生气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，只要她生下孩子，她就没有拿捏的把柄了，到时候我一定……不必了，沈大人的好意我受用不起，要娶妻也好，纳妾也好，这些都是沈大人自己的事，不必过来告知我。知微，抱歉。云柳云月，请沈大人出去。等沈行之走了以后，云四进来就看见谢之微从愤怒到满脸笑意一秒切换。夫人，亏得你心大，这也能笑得出来，没想到真被夫人猜中了。公子爷真是没有良心，竟然真的做出宠妾灭妻的事来了，一边还想安抚你，让你心甘情愿给他当小妾，他简直是无耻。如今一切都按着我们料想的那般进行着，这也是好事。这2个狗男女真是丧尽天良，不想周婉瑜给他的仕途添乱，这些说辞也太好笑了。既然周婉瑜不给他添乱了，那只能我来了。云锦，上次让你去找的说书先生找好了吗？夫人，找好了，按你的要求，我把华京城最好的几个说书馆都找了说书先生，银子也付了，只等夫人吩咐。这次我定要让华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沈行之背信弃义，忘恩负义，是个品行败坏之人。夫人，可是这么一来，只怕对你的名声也不利。以后要是再找人家，如何能找到好人家？云四，以前的我觉得一个女人应该随大流，循规蹈矩，安安乐乐的过完这一生。可是经历了这些事，我才发现这世间有趣的事情那么多，有趣的人那么多，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些圈圈套套。等河离了，我们就好好经营着我们的铺子。对了，还有我们新出的面膜、美肤膏，这些东西都能变成我们以后要做的事。男人可以拼杀疆场，可以追逐仕途，我们女子也不是非要依靠他们的。女人也能顶半边天的。至于姻缘之事，以后遇上好的我也不拒绝，遇不上我也不强求，如此挺好。好，夫人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都要跟着你。沈府的日子一如之前，寡淡又艰难。就在沈家乌烟瘴气的时候，一张出自公主府的邀请帖子一下就让沈家沸腾。帖子是送到谢之微手里，不过这次的请帖是因为宫中的太妃半寿辰。太妃过寿，为何明阳公主会邀请夫人？莫不是上次夫人给小郡王送的礼物真的得了明阳公主青眼？明阳公主这是看中夫人。要是这样，夫人和离的事就要容易一些了。关键时刻有公主这个分量的说一句，比别人说100句还管用。
经过上一次进公主府的事，看得出来，明阳公主并不怎么打算管我的事情。就算我有心给她送了名贵的琉璃草，但明阳公主也只是以相同价值的东西，以赏赐的名义还了回来。总体来说，我和明阳公主之间并没有深厚的交情，又没有其他的纠葛。按道理，明阳公主不会再邀请我才是。更何况这次去的还是宫里，难道是司凤南那个被后世定为暴君的人？要论起来，我和司凤南的关系似乎也是两清了的，毕竟我的救命之恩，司凤南已经用谢伯友的事情来抵消了。真不懂这黄家两姐弟对我抱有什么心思。不管如何，以后我们在外人面前都要谨言慎行，到底是和黄家的人打交道，马虎不得。黄家规矩一向大得很，动不动就是掉脑袋的事。夫人，以后和他们打交道，我还是不去了吧，免得说错话。你也知道怕。几人说笑的时候，沈行之就匆匆进来了。知微，听说公主府来了请帖。谢知微看他这样，示意云四把请帖拿给沈行之。沈行之打开请帖，见这次上面有他的名字，人顿时就兴奋起来。好，这次终于有机会面见天颜了。明阳公主尚且都瞧不上他，他还想在司凤南跟前露相。先不说其他，就说司凤南一露面，围绕他身边的都是皇亲国戚和肱骨要臣，他一个九品官绅，哪里有资格在司凤南跟前晃悠？知微，这2日我们好好准备，后日我们一起进宫。知道了。看着沈行之亢奋的离去，云锦道：乔公子爷这样子，好像这次进了宫，他就能跃入龙门似的。2日后，太妃寿辰恰好遇上休沐，沈行之一大早就把自己收拾得规规整整的。公子爷，夫人说这马车太小了，容不下2个人，但又不能真的让公子爷走路，不然到时候贵人问起来也不好解释，所以夫人给公子爷租了一辆马车。知微，你非要做到这个份上吗？公子爷再不走，仔细晚了时辰。进宫后，为了不惹人注意，谢知微当即找了一个人少亲近的地方躲了起来。只是他找的地方虽然没啥人，但也不是没有人。一座雅致的亭子里，正坐着一个衣饰华贵的女子，手里正认真地拨弄着一个染了6种颜色的正方体。这玩意不就是一个魔方吗？你把红色的和蓝色的对转一下试试。女子看了一眼谢知微，随即按着谢知微的法子试了一下，再朝另一个方向转了2下，然后四方体6个面的颜色全部一致。转了1天，终于转出来了。你怎么会这个？小时候无意翻过一本书，上面有记载转动的法子。男的你也喜欢看这样的书？女子正要拉着谢知微说话，不远处慌慌忙忙跑出一个宫女。主子，你赶紧去换衣服吧，不然太妃和君上就要来了。这位小姐，下次咱们再继续说。是。夫人，这位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柔妃。神什么？出来随便碰到一个人就是君上的妃子，主要夫人居然知道别人的身份，还这么随意，这不大好吧？刚刚居然没有行跪拜之礼。你放心吧，柔妃这个人一心沉醉于匠人手艺，最喜欢研究一些奇能技艺，是个性情中人，她不会在意我们是不是行过礼了。再则她并未表明身份，我们也不好主动挑明。宴席要开始了，我们过去吧。沈夫人，明阳公主有请。沈夫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许多事即便本宫不说，你也应该能猜到。有些机会是摆在眼前的，能不要抓住，就要看沈夫人的本事了。什么意思？明阳公主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司凤南对我有意。公主，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本宫的猜测。君上的圣意可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能揣度的。我知夫人出自谢家，谢家满门清贵，自然不是什么轻浮之人，所以本宫只能言尽于此。以后夫人要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也只能看夫人自己的了。不过，如今这位新科状元郎，当真是配不上夫人的。对了，本宫想起母妃还有话对我说，夫人在此稍等片刻，本宫去就回。是。看着明阳公主离去的背影，谢知微沉默了。去就回，信他就有鬼了。不过明阳公主把我带到这种偏僻的地方，必然是有所打算的。或许司凤南就在附近。公主，我们这么做，君上不会生气吧？我这个弟弟，我还是有几分了解的。想要的东西绝对不会自己说出来，他总得弯弯绕绕的试探，等到时机成熟才会一举拿下。上次谢知微离开以后，李公公每次遇到我都要探探我的口风。李公公的意思不就是我这弟弟的意思吗？再说今晚的宴席，谢知微坐了那么远的位置，他还能不动声色地看了人那么多次。他若是对谢知微没有那么些意思，倒是奇了怪了。放心吧，这事成了，我这弟弟还不知道要怎么感谢我呢。可沈夫人是状元郎之妻，君上如何使的？那沈行之已有正妻，却还要弄个正妻进门，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。再则我看谢知微也不是傻子，只怕他也在盘算着和离之事。这事若是成了，君上娶了她不就水到渠成？
可君上娶臣子的和离妻，不怕被人笑话吗？我这弟弟才不会在意这些不着实际的东西，他看中的才不管别人怎么看。沈夫人，你这是要对姑做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沈夫人希望姑有事。君上，臣妇方才路过，见有人落水，便来瞧瞧，没想到落水的人竟然是君上。至于刚刚臣妇对君上的越举，实乃是臣妇怕君上有危险，便用了一个古书上记载的急救法子。你又救了姑一次，说吧，这次要姑怎么报答你？臣妇有幸就驾，乃臣妇大幸。这报答的话，若是君上执意报答，臣妇倒确实有一件事。姑上次给你夫君指了一个九品官位，听说新科状元对这件事十分不满，私下说姑糊涂，不知道这是夫人可有听说？再有，姑听说新科状元另有佳人，倒嫌夫人碍手碍脚，不知夫人又作何感想？君上，新科状元沈行之私下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臣妇委实不知道。但他宠妾灭妻，欲贬妻为妾，臣妇原本便打算同他和离的，只是这件事他并不会同意。若是有一天朝廷上出了一个背信弃义、先廉寡耻的官员，臣妇想请君上一定要为背后的苦主做主。夫人请放心，姑的朝廷，姑自会打理。沈大人，请留步，君上要召见沈大人，麻烦沈大人走一趟吧。你是姑亲自点的新科状元郎，却只得了一个九品官身，你私下可有怨言？回君上，微臣不敢。君上圣明，君上如此安排必有深意，微臣愿为君上甘卯涂地，怎敢因一己之私埋怨君上？也没什么深意，不过你既然对此没有怨言，看来你对你的九品官身颇为满意。既如此，那便下去吧。启禀君上，微臣寒窗10年，不敢妄自尊大，但也略有小成。若是君上施恩，微臣愿意为大夏鞠躬尽瘁，做更多的事。这么说，你是觉得一个小小的九品官身不够你施展你的才华是吗？微臣不敢。既然如此，那姑就给你加官进爵。姑倒是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样的功绩来。来人，传旨下去，擢升沈行之为正五品户部郎中。谢君上隆恩，微臣定不辱使命。之威，君上给我升了官位，我现在是正五品的官身了，我明天就要去户部报道了。我现在是户部郎中了。谢之威愣了一下，随即淡淡的嗯了一声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马车上，云四一听沈行之居然升官了，他顿时忧心忡忡地看着谢之威。夫人，如今公子爷成了正五品的官位，一下子连升几级，他该不会是真的重获圣宠了吧？要是这样，夫人的和离之路岂不是更加艰难？你着急什么？他得了高位又如何？你可知道什么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？公子爷私下同人抱怨君上糊涂，给他那样的人配了一个九品官位，在背后妄议君上本是大错，他还不自知，求官求到了君上跟前，他当真以为这五品官身背后的差事就那么好做？高位是用来跌的，要毁掉一个人，踩死是一种法子，捧杀是另一种。等着吧，沈家迟早惹祸上身。第二日，上一次因为沈行之封了九品官位，才被沈家族亲耻笑了那么久。如今和周家这门亲事，老太太可想办的体面，却没有银子。听着云四把这些事一一道了出来，谢之微笑了，立马体贴的：“不就是缺银子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沈家名下不是还有一个铺子吗？再卖了就是。”夫人，上次因为聘礼的事，已经卖了一家铺子了。如今若是再卖，以后沈家全府只能靠公子爷的俸禄吃饭了。就算五品官位的俸禄能高出不少，但要靠一个人养活全府，还要养得体面，怕是异想天开。老太太肯定不愿意的。若是无人刺激他，他还有理智，自然是不会卖铺子的。可要是二房三房的人跑到他跟前刺他几句，以老太太好强的德性，卖不卖的还真是不好说。大房那边前些天不是连炖肉都吃不起了吗？怎么还要把亲事办那么大？他们哪里来的银子？能从哪里来？大房没钱，他们可以借呀。我听说借钱的单子都罗列出来了。首先，沈家族经理家底厚实的一家都逃不了，尤其是听说要从二房、三房、四房里借银子，说是公子爷如今是五品官身，怎么都要办好他的亲事。你呀，还是太嫩了点。就沈家大房那老太太，落他手里的银子还有能跑出来的？你没看见沈家大房如今连府里下人的月俸都要克扣吗？上次我还遇到他们府里有人偷东西出来卖呢。公子爷都是五品官老爷了，二房三房可不像四房一样，有一个做官夫人的女儿替他们做主。到时候大房老太太仗着家里有人做大官，银子的事说不还就不还，二房三房还能拉着人咬一口不成？到时候状元郎在朝廷上有了自己的人脉，二房三房的子孙想要在官途上走一走，自然不敢得罪状元郎。到时候借出去的钱哪里还有脸去要？怕是到时候人家把银子还给他，他们都不敢收呢。
那二房三房岂不是怎么做都要吃亏？这可不一定，现在大房不是还没有开口借钱吗？只要在大房开口借钱之前，二房三房的人去大房跟前抢先卖穷卖惨，大房就算再会算计，也不好再开口借钱了吧？当然，要是二房三房的人再去给大房戴高帽子，吹捧一下状元郎的亲事，说什么状元郎五品官身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亲事必然要大操大办的让全华京的人知道如此之类，你们想，大房也不会太过记恨二房三房了。马氏和赵氏互看了一眼，都从彼此眼里看到了恼怒。好个不要脸的大房，竟然想借我们的银子来操办沈行之的亲事，拿他们的钱来长他沈家大房的面子，真是好算计。老太太正愁银子的事，就听说沈家二房三房来，她眼睛一转，立时就有了主意。如今沈行之取得了五品官位，也算是为沈家列祖列宗争了光，沈家族亲也跟着沾光。他此时找其他三房借点银子，不算过分吧？老夫人，他们……你放心吧，银子的事我已经有打算了。那马氏和赵氏不是来了吗？之前行之封了九品官位，他们瞧不上，一点银子都没出。如今行之是五品官位了，他们想来沾光，可这光也不是白沾的，总得让他们出血才是。两位弟妹今儿怎么来了？大嫂子，按道理说，行之如今升了官，我们这些做堂祖母的怎么都要意思一下。但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孽子，最近迷上了赌牌，竟把家中存的银钱输得差不多了。我今儿不去找银子给行之包红封，我都还没发现这事，我真是命苦呀！怎么摊上了这样没用的子孙啊？二嫂，你这至少还给你留着家底呢，我家那长子才不是个东西呢，上月非要送一笔货去南边，这下好了，遇上100年一遇的洪水，把货物全部给冲走了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家店的银子呀，如今连我的棺材本都保不住了，这些个不孝的子孙啊，要了命了。两人这么一唱一和，老太太的脸顿时就黑下来。你说说，难怪长房就是长房呢，这福运就是不一样，咱们两房的子孙都不成器，但你瞅瞅行之多出息啊！是啊，行之这次再娶是大好事，又恰逢行之升官这么大的喜事，简直是双喜临门。想来大嫂一定不会像上次娶谢家女一般草草应付了事的，以前行之什么身份都不是，自然没那么多讲究，如今行之可是五品官老爷，要是办得寒酸了，岂不是要让人笑话？大嫂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，大嫂，你说是吧？劳你们两人费心了，这些我自然知道怎么打理，我家自己的事自是不用外人操心。大嫂，你先忙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我们就等着过2天给行之热热闹闹的娶妻。两人出去以后，老太太阴沉地盯着门口两人离去的方向。这两个老贱人，他们真是欺人太甚，不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吗？竟显摆到我门前来了，怕我找他们借钱，倒学会哭穷了。他们越是这样，行之这次的亲事，我们越是要办得隆重。我还非得让他们瞧瞧，我沈家长房不靠他们也能过得体体面面。可是老夫人，咱们手里确实是没有银子。你呀，就是眼皮子浅。如今行之在户部，户部是什么地方？是金堆堆。他要是愿意，以后还怕没有银子用？这钱呀，我还不去借了。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间铺子吗？要不先抵押给当铺，等亲事办了，府里回了银钱，咱们再去当铺里赎回来。这么一来，既全了行之的亲事，又能保住咱们的铺子，一举两得。可要是咱们如果不能按时赎回铺子，那铺子就……怎么会赎不回来？就按我说的办吧。
于是沈家把家里唯一的商铺顶给当铺。在周婉瑜过门的当天，整个沈府到处张灯结彩，席面办的大气，往来的宾客吃的也很满。之前人人都以为周婉瑜是平妻身份进来，大家还在调笑沈行之福气好，竟做到了享其人之福。沈行之笑笑不语，但至少也算是承认了周婉瑜和谢之薇都是正妻的地。可周家陪嫁过来的老婆子周嬷嬷听着，心里就不高兴了。这位公子，这你可就说错了。我家姑娘可不是以平妻之位嫁进来的，而是以沈家唯一的嫡妻身份嫁进来的。所以老爷也只有一位夫人，那就是我们周家的姑娘。闭嘴，这里轮不到你一个下人说话。姑爷，老婆子可是有哪一句话说错了？我家姑娘难不成不是姑爷你唯一的嫡妻？姑爷难不成是骗我家姑娘的？要不要老婆子把姑爷和我家姑娘的婚书拿出来让大家看看，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？还是说姑爷不敢在大家面前承认我家姑娘也是正经姑娘，当沈家主母也当的，也是姑爷你亲自上门求娶的，人都过门了，姑爷莫不是还想赖账不成？周婆子牙尖嘴利，对着沈行之一言难发。里面大厅听见响动的温嬷嬷出来：“你这老东西，都几10岁的人了，竟然还敢跟主家顶嘴，我看你是规矩没学好。”妖寿了，妖寿了！堂堂的五品官老爷骗婚了，说好的是过来当沈家嫡妻的，如今却不敢承认，你骗得我家姑娘好苦啊！老太太听见响动，赶忙出来，一见这形势，顿时喝道：“你这婆子，莫不是吃酒吃多了，尽说些酒话？”老太太明鉴，老婆子就是说了句实话，姑爷就要打骂老婆子，老婆子心头委屈，就是想问一句姑爷，我到底是哪句话说错了，惹得姑爷不高兴了？姑爷要是能说出一句来，老婆子认打认罚。沈行之黑着脸没说话，周嬷嬷还不满意，当即大声嚷嚷道：“你沈家妾室谢之薇，既然已经不是沈家的当家主母了，已经是沈家的小妾了，为何不来拜见我家姑娘？我家姑娘现在才是沈家主母，她这般没有规矩，你们既然都不管教。”此时金风院里听着外面的热闹，谢之薇不由得笑了。周婉瑜进门怎么带了这样一个婆子来？这婆子看着是在维护周婉瑜，实际根本就是在坑害自家主子。周婉瑜进门了，以后是要看老太太和公子爷的脸色行事的。这下好了，两个人都得罪了。周婉瑜本就是外室女，周夫人最是厌恶她，就算为了面子名声给周婉瑜陪嫁丫鬟婆子，你以为她真的会给周婉瑜挑几个中用的机灵，然后让周婉瑜在沈家过得幸幸福福的？对了，周婉瑜应该有孕1-2个月了，让你准备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？放心吧，都准备好的，全是重味的东西，保证周婉瑜一闻到就会有反应。姑娘，你可要为老婆子做主呀！都是这个女人，这个不识大体，只顾着自己的蠢女人。要不是她，我的名声不会坏的。周婉瑜迎上沈行之的目光，她只觉得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。沈行之对我是生了怨恨吗？他从未用这样凉薄的目光看过我，可我不能乱。祖母，你不要动怒，我会管教好下人的。你们周家调教出来的好奴才。嬷嬷，你下去吧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。周嬷嬷不甘不愿地下去了。各位贵客，让大家看笑话了，确实是我没有管教好手下的人，让他们失了规矩，以后我一定会严管府里的下人的。至于大家想问的是无不可对人言。没错，行之哥哥，不，我夫君同我两情相悦，许我唯一嫡妻之位。至于谢家姐姐，她这些年伺候祖母，照顾夫君，很是辛苦，我和夫君以后一定会好好善待谢家姐姐的，大家都可以做个见证。就在这时，也不知道哪里窜出来一个丫鬟，拿着盆子，端着几碗荤肉，跌跌撞撞走过来。好巧不巧，几碗荤肉全洒在了周婉瑜身上。看她这个样子，是怀上身子了吧？天哪，这两人竟在没成亲前就颠鸾倒凤，珠胎暗结，他们还有没有羞耻心啊？
果然，万氏女就是万氏女，就算摆出一副正经人家的模样，也掩饰不了她骨子里的浪荡。还未成亲就和男人怀了孩子，这样的门风教养，也不怕教坏了沈家后人。难怪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谢家那位。我就说，就是平妻进门，她也应该出来帮忙招呼客人的。谢家那样严谨的门风，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沈家3年前在华京是什么门户？别说其他人，就是我都没有听说过有沈家这样的门第。要不是谢家女辛苦扶持，沈家只怕和街边的走夫贩族没什么区别。为沈家呕心沥血的，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要是我呀，只怕都被这2人呕死了。这沈大人看着衣冠楚楚的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狠心的一个主，也不知道他这5品官位能不能坐得稳。这场热热闹闹的婚礼以鸡飞狗跳收场，府里的大红绸缎还没有摘下来，新人也还没有入洞房，周婉瑜和周嬷嬷一众人就已经跪在了惠春堂。你们这些贱东西，看看你们闹出的事，沈家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现在整个华京城都在看我沈家的笑话，说我沈家家风不严，门风败坏，你们可真不是个东西呀！姑娘，他们要杀人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老不死的给我拖出去打30大板！行之哥哥，沈行之这会脑海里想的都是他的同僚们临走之前那比愤怒的目光。明天的早朝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他，想到这里，他恨不得杀了周嬷嬷。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既然进了我沈家的门，就是我沈家的下人，打死不论。姑娘救我，姑娘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行之哥哥，周嬷嬷她也是为了我，她没有坏心思。行之哥哥，你就饶了她这一回吧，我保证她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了。这种刁奴根本不把主家放在眼里，这种狗奴才不即刻打死就算是我的仁慈了。婉瑜，你以前没什么贴身的人伺候，不会管教下人，我不怪你，可你从今以后须得好好约束你手下的人，不要让他们乱了规矩，平白丢了沈家的脸。沈行之如今这么不顾及我了吗？要是进门第1天，身边的陪嫁嬷嬷就被沈家打死了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在沈家立足？行之哥哥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连一个狗奴才都管不好，成天就知道拉着男人哭哭啼啼的，哭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从明早开始，你每日卯时出便来惠春堂学规矩，周家没教你的，我沈家来教。外头，周嬷嬷的惨叫声一声高过一声，一声惨过一声的传来，听得人浑身发瘆。渐渐的，周嬷嬷的叫声越来越小，到后面就没了声息。温嬷嬷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回老夫人，公子爷，周家那奴才已经晕死过去了，30大板也打完了，把他拖回去，不准请郎中，其余的生死有命。老太太看着周婉瑜惨白的脸色，目光扫过她的肚子。你作践你自己我管不着，但你要是伤了我的孙子半分，可别怪老婆子心狠手辣。你回去告诉婉瑜，如今她有了身孕，我不方便住在她房里，你让她好生歇息，我明日去看她。公子爷，可今夜是你和夫人的新婚夜？谁说新婚夜就一定要住在一起的？方若回去后，把沈行之的原话说完以后，周婉瑜一双眼睛顿时就猩红起来。报应都是报应，当初他和谢之薇成亲的那天晚上，他偷偷摸去锦绣园找我，说在他心里我才是他的妻，谢之薇不过是他无奈之下才娶过门的女人，他一点都不在意她。那时候他怕我生气，什么好话都能说得出来，可如今我真正成为了他的妻，他却要这么对我。夫人，公子也只是担心小公子，这些话他也就是说说而已，你还能当真了？夫人别哭了，以后咱们好好过，会好的。刚刚你去的时候，公子爷在哪？在金凤院门口，但公子爷似乎不敢进去。一听这话，周婉瑜两眼一黑，人就晕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周婉瑜还没醒来，房外就传来温嬷嬷的呵斥声。老夫人让他卯时出就去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，真把自己当成千金小姐了。温嬷嬷，不是夫人不起，而是夫人身子不舒服。夫人，我跟你说，那姓周的可没讨着什么好果子吃，大清早的就被温嬷嬷逮去惠春堂学规矩去了。听说早饭都没得吃，空着肚子罚抄佛经，老太太也做得出来，自己在一旁吃好吃的，却还要亲自盯着人抄，她也不怕饿着了她的宝贝孙子。对了，周嬷嬷今早上被人拉出去丢乱葬岗去了，听说昨晚发高热，硬是没一个人管她，她自个儿在柴房里滚了几圈，天亮以后人就没有动静了。没想到公子爷平
时看着温文尔雅的，真动怒的时候也是会杀人的。沈行之一边想贬妻为妾扶正周婉瑜，一边又不想把这件事闹出来，被人说他忘恩负义。可周嬷嬷为了讨好周婉瑜，坏了沈行之的算盘，让沈行之被同僚们看不起，说不定还要被御史台参上2本。他这么紧张仕途的一个人，如何能容得下周嬷嬷？云四正好进来，谢志威看向他，既然花了银子，说书馆的先生们也是时候动动他们的嘴皮子了。放心吧，夫人已经吩咐下去了。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夫人了，我不是谁的夫人，你们都管我叫姑娘吧，就像还未出阁的时候一样。是姑娘。华京城最大的书馆内聚集了不少人。今天说书先生要讲的正是刚刚在朝廷上连升几级的状元郎沈行之。到了晚些时候，一首顺口溜就传遍了华京城。华京城外狼头山，狼头山上有白狼，白狼白狼不如状元郎，白狼不如状元郎。而沈家府邸内，周婉瑜抄佛经，抄得又困又饿。老太太看着她没抄多久，眼泪就默默地滴了一桌子。你哭什么哭？行之又不在，你哭给谁看？你那些狐妹子功夫，也就我孙子会上你的当。哭成这般模样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这个老婆子是在搓磨你呢。祖母，婉瑜不敢，婉瑜只是怕自己惹了祖母生气。再则我一个早上都没吃东西，我怕饿着肚子里的孩子。你倒是惯会拿捏人，难怪行之一次次在你手上吃亏。话虽这么说，还是让温嬷嬷给他端来了吃食。正在这时，院子里的丫鬟进来禀告，说刘氏来了。这个敲骨吸髓的阿杂玩意，真当我沈家拿他没有法子了？让他进来。刘氏，你这狗东西，你还敢来沈家要银子？你哪里来的狗胆？信不信我让你吃官司？你个老不死的，我又没问你要银子，我问的是我儿行之要银子。我生下了他，他如今当了大官有出息了，倒是你这老东西享福，你还想一个人独享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再说我儿就是官，我怕吃什么官司？难不成他还能不认我这个当娘的？温嬷嬷，你们过去把他捆了丢在柴房里，饿他个3天3夜，看他还有没有本事在这猖狂。我要不是看在行之的份上，我早把他打杀了。你凭什么捆我？我如今不是你沈家的人，你敢捆我，我就敢报官。你既不是沈家之人，为何要来沈家要钱？我是来找我儿子要钱的，又不是找你要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自由身，我的生死可由不得你做主。刘氏有些后怕，毕竟眼前的老太婆看着慈眉善目，实际是个杀人不见血的主。温嬷嬷早看不惯刘氏跟吸血虫一般的找沈家要银，这回得了老太太的令，她就去按住刘氏准备捆。祖母，请饶过刘姨娘这一回吧，她毕竟是夫君的亲生母亲，请祖母看在夫君的份上就放过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老身做事？老身当年打理全府上下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？就你心善，你可知这贱妇拿了沈家多少银子了？要不是看在行之的面子上，他坟头草都几丈高了。周婉瑜捂住火辣辣的脸，眼底的屈辱又一次涌了上来。刘氏已经被捆住，嘴里塞了帕子，拖着去了柴房。滚起来，跪着做什么？我还没死。老夫人，门外来了一个当铺的人，他说抵押给他们的铺子，要是明天不去赎，那以后就赎不回来了。你去同他好好说说，就说能不能再晚个几天，晚几天我们一定把银子筹给他。温嬷嬷，你去把昨日的礼帛拿来。就这么一点，是不是少拿了步子？没有少拿，都在这里了。怎么会？昨日来了那么多人，总不会吃了东西他们还不随礼？怎么2房3房他们也没随？他们后面见公子爷的同僚们都在骂公子爷，所以把随了的礼又要回去了。这几房老东西就是些小家子气的玩意，难怪个个都没有出息，真是活该。老夫人，那人说好的是明天就是明天，若是明天拿不出银子，那这铺子就不要再想了。我如果让老太太看看我的本事，说不定也能少搓磨我一些，万一把掌家之权给我，那是最好不过。祖母，可有什么难处是孙媳能帮忙的？你不是想当行之的正妻吗？那好，那你就让我好好瞧瞧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打理好他的后宅。若是你打理得好，这掌家之权我也不是非要霸着，你只管拿去就是。祖母，孙媳一定会尽力的。
甚好，既如此，你先把当给当铺的铺子赎回来吧。对了，刘氏的事你也可以全权处置。老夫人当真要把掌家之权交给少夫人？他若是有谢之威那本事，交给他也无妨。只是到底只是个外室女，能有什么手段和见识？治家打理后宅，可不是有心就能做好的。老夫人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少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还有你点拨呢。为了娶她进门，沈家费了那么多银子，她若是这2件事都办不好，还想掌家？夫人，你答应了老夫人的事，只怕要花费不少银子，尤其刘姨娘那里。这老东西看我才嫁过来，手里还有些周家补贴的银子，便想着让我掏出来。从来都是我算计别人的银子，还从未有人算过我的银子呢。可这些事不给银子，只怕不行。怕什么？等我有了掌家之权，还怕我拿不回我的东西？看着偌大的状元府邸，竟没想到窘迫至此，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夫人，既然老夫人把刘姨娘的事全权交给你处置了，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去给她松绑？慌什么？让她再绑一阵，等公子爷要下衙的时候再去给她松绑。夫人，老夫人第一天就这么为难你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啊？这老不死的，且让他先得意着，他往后只会越来越老，而我等着他。英怀，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怎么全华京城的人都知道了，还传得那么广？是不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？公子爷，这些我查不出来，但我听说华京城好多说书馆都在传扬你和周夫人的事，他们都在骂你白眼狼。夫人，姑爷要回来了，去把刘姨娘带来吧。婆母，你可不能怪儿媳早些时候不帮你说话。你也知道祖母专横，我要是再替你求情，她必定以为我和你是一伙的，以后我在她跟前更无法替你说话了。那个老不死的竟然敢绑我，行之呢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婆母，算着时辰，夫君应该快回来了。婆母，你先吃些东西垫垫肚子吧，一切等夫君回来再说。刘氏确实饿了，当即坐在饭桌前开始狼吞虎咽。婆母，这几个菜都是下人吃的菜，婆母可不要介意。祖母不让我给你吃好的，这些都是我偷偷让人留下来的，不然这点菜婆母都吃不上。哎，夫君看了肯定都会生气的。他不说，刘氏还没觉得嘴里的饭菜有什么，可听周婉瑜这么一说，刘氏就觉得这饭菜有些吃不下去了。听说老夫人自己每天都是吃得上好的燕窝，还有延年益寿的人参，这些可都不便宜呢。好个老巫婆，我儿考了大官，她倒是一点不含糊，福气全被她一个人享了。不行，行之是我生的，凭什么好福气都要给她？谁让她是老夫人呢？全府现在都要听她的。行之是我生的，她最是孝顺，我的话她肯定会信的。一会等她回来。夫人，姑爷回来了，不过公子爷好像被人丢了一身的脏污。刘氏一听沈行之回来，当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捶足顿胸的嚎哭起来。夭寿了，母慈子不孝，丧尽天良呐！我怎么这么造孽啊？当年10月怀胎，辛辛苦苦拼了老命才生下我的儿，如今我都要被人打死了，我儿也不管我啊！此时沈行之顶着一身污秽进来，脸色阴沉，一副恨不得要杀人的样子。夫君，这些是谁给你弄的？我去跟他们拼命去，他们怎能如此折辱人？他又来做什么？想来是昨日我们成亲婆母没能亲自来，所以今日特来看一看我。不过婆母接在惠春堂的时候顶撞了祖母，祖母就让人把她捆去了柴房。我担心婆母出事，就悄悄把她放了出来。儿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再晚些回来，你就见不到娘了。那个杀千刀的老东西，他以前就看不起我，如今更是想要我的命呐！这个老毒妇，他就是想我们母子分离，想让我们一家人不得团聚。好了，你放开，我去洗洗。不，我不放。行之，你今天就给娘一句爽快话，你到底是要你祖母还是要娘？难怪这人被老不死的赶出去了，就这脑子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沈行之对刘氏有些感情，不过是血缘，但对老太太不止血缘，更多的还是依赖。这么逼沈行之做出2选1的选择，不就是逼沈行之抛弃他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
行之，你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看看，你就任由你祖母搓磨我吗？你是从我肚子里钻出来的，又不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，凭啥你得了大官，他享福我却要受罪？他天天吃人参燕窝，我却只能街边要饭，他凭何还要打杀我？我不管，以后他用了多少银子，你也要给我多少银子。你要是敢为了他抛弃我，不顾我的死活，我就去告御状，告官，我让他们看看新科状元郎是如何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。沈行之，你这个丧天良的，你居然敢打我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娘。周婉瑜还是头一次见沈行之发这么大动，他赶忙让方若把刘氏拉出去。方若，取些银子给他。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公子爷被人砸了一身，真的太解气了。以前我就想砸来着，没想到有人替我办了，也不知道明天这些人还砸不砸他。要是砸的话，我想提前溜出去，找个好位置，这样砸得准一点。今天的事不止外面，咱们府里也很精彩的。刘氏被公子爷打了2巴掌，周婉瑜给了些银子，刘氏这会已经出去了。刘氏为了要钱，拿沈行之的官位去威胁他。虽说公子爷不是个人，但刘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果然，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。周婉瑜倒是有些算计的，知道拿刘姨娘去挑拨沈行之和老太太的关系。老太太自是高人一等，她迟早会在周婉瑜手里吃大亏的。既然老太太让周婉瑜处理好铺子和刘姨娘，那咱们平时打点给刘姨娘邻里的好处都给断了吧。我倒是看看刘姨娘能翻出多大的浪来。好，我明日就去。平时我打点刘姨娘周遭的邻里都花费了不少银子呢，要不是有人看着劝着，她这3年不知道要闹出多少祸事来。还有赌坊的人，好几个赌坊的人，要不是姑娘你从中周旋，只怕刘姨娘早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罢了，咱们且看着这一出好戏吧。就算要走，我也得把沈家搞乱套了才走。毕竟我3年来操持出的成果，怎会平白赠人？我既然能让沈家走向正轨，也能让沈家跌入深渊，步步为营，精心算计，总得让辜负我的人知道，负了我谢之威是要遭报应的。姑娘，状元郎的名声虽然坏了，但他仍是五品大员。若他就是不答应你或离，那我们该如何做？我听说监察司的人在查户部贪腐的事，虽说主查的是上一任户部侍郎，可现在在户部的许多人也是从前的旧人，就连现在的户部侍郎也是。上一个户部侍郎若是真的贪了国库的银钱，那这些人牵连在其中的只怕不少。姑娘，状元郎是才进去的，就算监察司查的是户部，即便查出什么，也和状元郎没有关系。既然进去了，就不会脱得了干系。姑娘，若是周婉瑜真的把铺子赎回来了，又安抚好了刘姨娘，那老太太真会把掌家之权交给周婉瑜吗？自然会。如今沈家的掌家之权是烫手山芋，要想管家就得花钱，可沈家是没有钱的了。老太太比谁都会算，周婉瑜做好了，她坐享其成；做不好，正好有个背锅的。那周婉瑜未进门之前就成日找公子爷要钱，掌家以后他要是发现自己捞不着油水，到时候只怕又要闹腾。难怪姑娘让我们等着看好戏。等方若从当铺拿回了铺子，周婉瑜便让他去老太太院里说一声。老太太难得给了好脸色，却未说出让他开始掌家的话。这个老贼婆诓了我500两银子，却还想把我用了甩一边不成？说好了办好这2件事就让我掌家的。夫人，你先别生气，老夫人大抵是见你才进门，许多的情况还不熟悉，等你熟悉了，她肯定就会把掌家之权交给你的。行之哥哥呢？又去上衙了？他昨天是怎么一回事？都打听清楚没？姑爷今儿天还未亮就偷偷去上衙了。至于昨日的事，是因为华京城的说书先生们全部都在说姑爷贬妻为妾，始乱终弃，忘恩负义，还说姑爷是白眼狼。好好的，那些个说书先生怎会说起行之哥哥来了？他们这么闲得慌，可有打探到都是谁让这些人这么说的？这些人的口风紧得很，只说是状元郎一连升了4级官位，惹眼得很，关注他的人自然也多。这件事不会影响到行之哥哥的官位吧？因着沈行之升了官，我在周家也比从前有了点地位，不然那1000两的嫁妆都是没有的。只有沈行之保住了官位，那我才能享受荣华富贵和尊崇的地位。不行，这件事必须搞清楚是谁在背后搞鬼。既然华京城那么多说书先生都在说这件事肯定是有人指使的。只要咱们肯出银子，我就不相信挖不出来这背后的人。夫人，
可是我们手里的银子只怕不够。你先拿30两银子去试试，万一有人乐意开口呢？方若出去打探消息没多久，云锦就得到了消息。姑娘，方若果然去收买说书馆的先生了，幸好我们提前预料到了，不然还真给暴露了。闹出这样的事，沈行之和周婉瑜必然要去查的。夫人放心，那日我按你所说的，都是戴了面具去送的银子和书信，那些个说书先生根本就不知道送东西的人长什么样。老夫人，少夫人既然把这2件事都办好了，怎么这掌家之权？就她那样的狐妹子，自打在娘胎就学着如何勾搭男人，她哪会打理后宅？才进门就想掌家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也是，有老夫人盯着，府里总不会出错的。金风院的哪位还沉得住气？是他什么都没闹过，也没缠着公子爷，倒像是认命的样子。他脾气虽倔了些，但为时是料理后宅的一把好手啊！你去把我那秉玉如意给他拿过去，顺带探探他的口风。若是他愿意，沈家的当家之权还是他的。就算有人顶了嫡妻之名，那也只是表面的。我和行之认可的还是他。是，老夫人。温嬷嬷费了好大的力，差点被云流扭断了胳膊，才进了金风院。再得知是来送掌家之权的，差点又被打出来。等他狼狈的回了惠春堂，把事情告诉了老太太，老太太气得不行。这个谢之薇，我看她猖狂到什么时候？一个女人，夫君不爱，婆家不疼的，她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对了，送去的玉如意呢？谢之薇不知道从哪里买来了2个会拳脚功夫的丫鬟，他们当场就把玉如意折成了2段。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指不定手脚都要断一只在金风院呢。他们反了天了！既然他们不稀罕这掌家之权，那就给周婉瑜，你亲自去提点提点，让周婉瑜去敲打金风院。不管如何，如今周婉瑜也是嫡妻之位。是。周婉瑜得了掌家之权，没一会就有丫鬟给她抱来了一堆的账簿，还有府里库房的钥匙。她看着这些，露出了嫁人来的第一抹笑意。夫人，之前这些账本都是谢姨娘管的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就去问一问她。当然，老夫人也说了，你现在才是沈府的当家主母，很多事你说了自然是算数的。多谢温嬷嬷提醒。等温嬷嬷走了以后，周婉瑜才缓缓站起身。走吧，咱们也是时候去会一会这位妾室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堂堂谢家女是怎么从妻变成妾的。哦，没想到你这么有空。怎么佛经都抄完了？脸上擦的什么药？怎么巴掌印消得这么快？哦，对了，周嬷嬷好歹也是你的陪嫁嬷嬷，就这么被活活打死，丢进了乱葬岗。过几天就是她的头七了，你可小心着点，她可是为了你死的，在心她来问你讨要公道。谢之薇，你装什么装？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才是沈家的当家主母，是行之哥哥唯一的正妻、嫡妻。你现在只是一个妾室，你何该来给我敬茶的？你之前不是还说等我进府了要给我好看吗？要如何折辱我吗？如今我都进府了，怎么不见你出来？你天天窝在你这小院子内，是羞于见人了吗？还是怕了我了？就算你是谢家亲贵之女，又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输给我这样一个外室女？现在掌家之权在我手里，这个府邸所有人都要归我管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的？谢之薇看向云锦，云锦立马拿出2截断开的玉如意。刚刚老夫人拿了这玉如意来求我家姑娘，让我家姑娘掌家，被我家姑娘拒绝了。周婉瑜，你现在得到的都是我不要的，掌家之权是，男人也是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周姑娘，你的对手不是我，也从来不是我，我也从未把你当成对手。周婉瑜见谢之薇就那么落落大方的看着，丝毫没有从妻到妾的耻辱感。这掌家之权，当真是祖母问了你，你不要他才给我的。这种事我没必要欺骗你，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问问温嬷嬷。惠春堂的丫鬟也不少，想必他们也是看见了的。周婉瑜脸上顿时气得发红，看着周婉瑜气冲冲的出了院子，云锦乐呵呵的道：姑娘，难怪刚刚你不让我扔这玉如意，原来是特意留着气周婉瑜的呀。话说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她要来？她未进门前，我不是带着你们去折辱过她一次吗？她这样的人，一旦得势了，哪里会不报复回来？这个老贼婆，她敢这么侮辱我，把别人不要的东西给我。我是外室女怎么了？她谢之薇能做的事，我也能做。他们凭什么看不起我？我哪里比他们差？夫人，先忍一忍吧，等老太太想明白了，
知道了夫人的本事，他自然会看中你的。把那些个账本都给我报来，我还就不信我不会。是。半个时辰以后，周婉瑜忍不住把手中的账簿扔了出去。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？密密麻麻的，记得乱七八糟的，难怪沈家落魄穷酸。夫人，这些账簿应是没错的，我之前也在主母的房里看到过，样式都是一样的。你懂个屁！夫人，今儿我去打探了几个说书馆的消息，他们好像确实不知道背后的人是谁，但确实是有人花了银子给他们说姑爷的事的。他们想着姑爷如今是朝廷新贵，又是今年的状元郎，以姑爷的名头说书，肯定生意好，所以他们才……行之哥哥昨日打了刘姨娘，这事可大可小，你去同刘姨娘说一声，就说行之哥哥是心情不好才没忍住，让他别到处乱说，若是坏了行之哥哥的名声，就是砸了他自己的饭碗。夫人，姑爷不是让你别再管刘姨娘的事吗？刘姨娘到底是他生母，他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等他过些时日回过味来，又会觉得对不起刘姨娘。若是我此时不顾着刘姨娘些，到时候他只怕在心里也会怨怪我。若是我此时对刘姨娘好些，行之哥哥也会对我有所感激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老太太是永远不会拿真心待我的，我唯一能倚仗的就是沈行之的爱和肚子里的孩子。可自打我逼着沈行之卖铺子下聘，拿肚子中的孩子逼迫他贬妻为妾以后，沈行之对我的态度就越发冷淡。我如今可得好好把这个男人的心挽回来，要是他真的对谢之薇动了心，那我将死无葬身之地。祖母，不知孙媳如何惹你动怒了，孙媳先给祖母赔罪。贱蹄子，你自己出去听听外面的人是怎么说你夫君的，都是你和你那恶奴惹出来的祸事。要是行之的官位出了什么差池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你。今儿你就好好跪着，玫瑰买1个时辰不准回去。只有沈家没了老太太，那我才会是真的当家主母，不然也只能是个空架子。还有谢之薇，要是沈行之心里真的有她了，那我也要一并毁了。等沈府只有我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我才能安枕无忧，沈行之眼里才会只有我一个人。不过一刹那，周婉瑜的脑海里就涌现了许多疯狂的念头。周婉瑜跪在地上，心里恶毒的想法一次次涌了上来。温嬷嬷，若是祖母问起，你就说我已经跪满了1个时辰，再跪下去只怕要伤了沈家的孙子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婆母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婉瑜，你可要救救我，我欠了别人一些银子，要是不还给他们，他们会打死我的。婉瑜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你比那姓谢的好多了，在我眼里，我只认你这个儿媳妇，其他人我一概不认。婆母，你欠了多少银子？30两银子，我只要30两银子。什么？30两银子？你为什么欠的这么多？昨不是才给了你10两银子吗？10两银子哪里够？以前姓谢的当家的时候，只给我一点点银子，我在外什么都要花钱，那点钱哪里够？你若是只欠了这30两，这次我可以给你把债清了，回头你可别再欠人银子了。好好好，我一定不欠。刘氏出去的时候，正好遇见谢之薇从外面回来。你看看，以前让你多拿一些银子给我，你不愿意，现在好了吧？你存的那么多银子都是别的女人的，你落了什么好？这沈家就没几个好东西，瞅瞅还是这个儿媳妇好，要多少银子给多少银子。说罢，出去的时候还故意撞一下谢之薇。云锦要上去揪刘氏，被谢之薇制止了。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，咱们何必同他计较？这刘姨娘还真是有奶就是娘，要不是姑娘你平时卡着她，就她那嗜赌成性的样子，到时候就是有一座金山都能给她输光。如今她还这样说姑娘，真是和公子爷一般忘恩负义。随她怎么说吧。姑娘，今日被周婉瑜带来的人我查过了，是周婉瑜请来做账房的。周婉瑜好像看不得账本，她连这个都要请人，这沈家就算我们不动手，他们也兴盛不了。姑娘，如今公子爷的名声算是烂了。今早他去上衙的时候，都是天还未亮就去的，去那么早，估计是怕被人认出来，再像昨天那般被人扔脏东西。可姑娘要是一直不提合理，还不是时候。也不知道司凤南准备什么时候对沈行之动手。他这么通过明阳公主的手邀请我，倒让我有些怀疑，司凤南作为一国之君，该不会这么闲吧？处置沈行之不过是一件小事罢了，用不着来找我商量吧。
姑娘，公主府的请帖被周婉瑜院子里的人拿去了。他们说请帖上面写的是沈家主母，如今沈家主母是周婉瑜，明阳公主邀请的是她。他们还让咱们金凤院找找自己的位置。也好，让周婉瑜去趟一趟，这浑水挺好，说不定明阳公主会让她知道什么叫教做人。沈行之这2日早出晚归，生怕遇上人再被扔一身。晚上回来，听见周婉瑜收到了公主府的请帖，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进了周婉瑜的院子。我以为行之哥哥已经厌恶了我，不肯再见我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近来公务繁忙，实在是累得很，便没有来你这里。公主府的请帖你收到了，公主府规矩多，要不要我请温嬷嬷给你教教规矩？不必了，我嫁过来的时候在周府已经学过一些了，进公主府的话大抵是没问题的。见了公主，若是方便，你可得在公主面前好好替我美言几句。你是我夫君，即便你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老太太可有苛责你？我天天被老太太搓磨，我不信沈行之不知道，可他知道却没有任何的动作，可见他也在心里默认了老太太的。他这般证明之前逼迫他做的那些事，他还是没有放下。我从小没有爹娘管教，是野生野长长大的，许多的事做起来就顺着自己的脾气做了，有些时候也没考虑到夫君的处境。如今有老太太从旁教导我，我求之不得呢。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他怎么会来？本宫何时邀请过他？怕是送请帖的人没写清楚名字，只说邀沈家主母。那周婉瑜大抵觉得如今的沈家主母是他，便来了。一个贱婢也敢踏足本宫的府邸，真是该死！你带着几个嬷嬷到前院，给我把人打出去！什么东西也敢来伤本宫的眼睛？是，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踏足公主府？这位姐姐，我们夫人是收到了公主府的请帖才来的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邀请的是谢家的谢之薇谢夫人，不是你。在我们公主眼里，沈家的主母只有谢夫人一个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出现在公主府了。这次只是公主给你的一个小小教训。周婉瑜流着泪回到了沈家，老太太知道她回来后，诧异地问温嬷嬷：“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是啊，他们才去没多久，按着时辰算，倒像是刚入公主府就到回来的。周婉瑜这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该不会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得罪了公主了吧？不行，你赶紧去问问是怎么回事。得罪了公主，我们沈家就完了。怎么回事？方若叹了口气，当即把事情经过说了出来。温嬷嬷一听，脸色大变，赶忙回了惠春堂。天老爷啊，这个祸害要毁了我沈家啊！我沈家就要败在他身上了。祸害，我要让行之休了这个祸害。沈行之天黑后刚到家门，就被惠春堂的人叫住。得知老太太出事了，他赶忙去往惠春堂。温嬷嬷言简意赅地说了事情以后，沈行之变了脸色。沈家如今处处碰壁，内忧外患，稍不注意便有灭顶之灾。行之休了他，他会害死我们沈家的。他就是个扫帚星。祖母，你放心，我休，你莫要担心，这些事交给我就行了。行之，周婉瑜留不得了，真的留不得了。你自己仔细想想，自打他要进府，咱们府里消停过没有？任由他这么折腾下去，你也会折在他手里的。祖母，可他如今怀着我们沈家的孩子，要不然等他生了孩子，我再把他送到外面去安置。我知道他给祖母添了许多麻烦。你还舍不得？沈家的人头迟早都是他的，不如你现在就来把我的脑袋割了去，免得我日夜提心吊胆。祖母，孙儿不是诚心忤逆你，只是现在赶他出去，他一定没有活路。若是他去外面造谣生事，孙儿只会更难做，倒不如把他拘在府里，我们尚能看管住他，等他生下孩子，一切再由祖母做主。好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且留他在府里，但从今开始，他每天不得外出，人也要住进惠春堂来，我要亲自盯着他，不让他再作妖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必须做好。祖母，何事？这个家必须要由谢之薇来当，你去求他，哪怕他让你跪着求他，你也要让他答应下来。祖母，我之前已经去过了。
那你就一直去，一直求，求到他答应为止。行之，3年前咱们家是什么样子，你不是不清楚。可自打谢之威进门后，咱们府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！你也才能心无旁骛的科考。咱们府里一团和气，大伙心头都有盼头。可如今你自己瞧瞧，整个府里乌烟瘴气，主不主，仆不仆的，再这么下去，如何使得？再则，抛开谢之威性子倔了些，他什么都拿得出手，有他在，咱们后宅无忧。说到底，他毕竟出身清贵之家，有些性子和脾气也是说得过去的。这3年你对人如何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。说起这件事，沈行之也心生愧疚。祖母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求他的。收回了周婉瑜的掌家之权，他免不的要在你跟前哭哭啼啼的。我事先说好，你别到时候被人一哭又来我跟前求情。这次就算他要上吊，我也不会心软了。我知道了，祖母。